道长，你都御剑飞行了，还让我们相信科学？这位网友，你知道什么是空气动力学吗？他居然当着直播间的观众，一巴掌就把800斤的野猪王给拍飞。网友们纷纷调侃：“别装了，朋友，你就是在修仙吧？修仙？修什么仙？大家要相信科学。”等监测到宿主身份乃是道士，符合要求，是否绑定直播传导系统？我的天，难道我就是天选主角吗？我要成为欧皇了！系统绑定。恭喜宿主绑定直播传导系统，只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道教，并且喜欢上道教，就能够获得传导积分，依靠着积分就能够通过系统抽奖获得奖励。不愧是沙雕视频主角必备金手指，这系统果然强大。恭喜宿主获得直播道具专属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凌波微步、大力丸、动物亲和力直播道具专属礼包，包含智能手机1台、黑科技无人机1台、手机支架1个。学习凌波微步。恭喜宿主凌波微步达到精通级别，若想达到圆满级别，还需勤加努力。动物亲和力融合当中。试完凌波微步后，林寒意念一动，一颗黑不溜秋的丹药出现在手中。大力丸服用可强化宿主体质。林寒直接丢进口中。哇，感觉整个人都变帅了！世间竟有这般帅气的男人！系统给我开启直播。已经为你开启直播，房间号为6666666大顺3清关道长，监测到人气为0，系统为你进行新手特权引流。经过系统引流，很快便有观众涌入进来。哇，我的天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也太美了吧！这个画质比电影还要强上几百倍。直播间的人数竟然一下子增加到200多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完蛋了，沉沦在道士哥哥的美貌之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林寒，我是一名道士，这山里面3清关的观主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，希望我的直播内容大家能够喜欢。不对呀，这个道长看起来才20多岁，怎么可能当道观的观主？该不会整个道观就他一个人吧？实不相瞒，整个道观就我和我师傅2个人，不过我师傅1个月前就飞升了。刚刚说错了，是仙逝了。道长节哀。大家不用担心，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，我乃是修道之人，又岂能看不透这一点？道长，这简直就是钓鱼佬的天堂。话不多说，我已经收拾钓鱼竿，订好机票，准备出发了。楼上的别冲动，你没看道长桶里面一条鱼都没有吗？道长也会空军呀。系统，我被别人嘲笑了，给我来个狠货。恭喜宿主成功积累1000传导积分。给我来个青铜抽奖。叮咚，消耗1000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垂钓术终极。嗨，老子正在钓鱼，你就送我一个垂钓术。系统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是故意的。大家不要急，我要开始认真钓鱼了。钓鱼人永不空军。道长不要再挣扎了，钓不上鱼不丢人的。道长这么帅，不用钓，人家自己会上钩。楼上的妹子，请你不要那么饥渴。随后林寒通过垂钓术拼命的上鱼，直到钓上一条黑鱼。这条黑鱼好不容易长这么大，还是放它回去好好生活吧。而且这条黑鱼钓上来之后我也吃不了。道长为什么黑鱼不能吃呀？很补的哦。我们道士是可以喝酒吃肉的，但是有4不吃：不食牛，迎其善；不食乌鱼，迎其笑；不食鸿雁，迎其真；不食狗，迎其忠。这4种品质是我们道家乃至华夏精神的内核，所以我们祖师就定下了这4不吃的规矩。现在很多道士都是挂羊头卖狗肉，难得看到如此年轻的真道士，一点心意送给道长。大家不用刷礼物，只要看我的直播觉得开心就行。作为一个修道之人，对这种钱财之物并不看重。林寒将黑鱼放生后往道观走去。道长，你会仙术吗？给我们表演一下呗。这个世界没有法术，请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。说着，林寒看到前面有个高5米的石壁，林寒直接施展凌波微步跳了上去。我尼玛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我刚才看见他飞上去了。卧槽，楼上的你没有眼花，我也看到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轻功呀！原来人真的会飞，太离谱了！原来电视剧里面演的都是真的。道长，我要学这个。道长还让我们相信科学，结果自己直接飞了起来。抖抖直播平台的总监沈雪盯着屏幕画面愣神不已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任何特效，还有吊威亚的痕迹，他竟然就这样飞了上去，这样科学吗？像这种大师，要是被别的平台抢了过去，可是一大损失，先刷一波存在感才行。学武纷飞送给主播超级火箭肠2，厉害呀！没记错的话，这位可是抖抖平台的总监，看来道长马上就要被平台签约了。有一说一，道长在哪我就在哪。楼上说的对，好不容易遇到这种有真道行的道士，肯定要好好关注。代表抖抖平台欢迎道长的入驻。欢迎各位，一下子这么多人在线，积分肯定够了。系统给我来青铜10连抽。恭喜宿主获得初级灵气水 X5、金苍药、精品鱼干、黑土地。林寒拿出一瓶灵气水，一饮而尽。这瓶水如果去卖给那些上了年纪的富豪，恐怕出价几千万都有人买，还剩下1万多传导积分。系统直接来一发白银抽奖。叮咚，消耗1万传导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厨艺。各位观众走完这片树林之后，再走一段路就能到我的道观了。道长，等等，有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是在旁边树木里面传来的。这叫声我在动物园听过，是熊吗？
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个地方有熊猫！道长，道长，那赶紧带我们去看看熊猫吧。道长过去会不会有危险？熊猫，熊猫，是熊不是猫呀？大家不用担心，野生熊猫虽然没有动物园里的熊猫那般温顺，不过一般来说也不会攻击人类的。林涵操控直播间往前飞过去。卧槽，怎么还有一头熊？这两颗熊是在掐架。我看到熊猫身上有伤痕了，而且一直在流血。不好，道长不要过去，前面有一头黑熊，在野外遇到黑瞎子，可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。道长快跑！没事，我过去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救一下我们的国宝。一个人类在一头狗熊面前救一头熊猫，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，不是在送死？道长你别闹，这是开不得玩笑，那可是狗熊呀，那不是狗。道长你别冲动。林涵看到黑熊还想继续攻击受了重伤的熊猫，直接丢了过去一块石头过去，这一下直接把黑熊给砸懵了，转头看向林涵：“你这头黑瞎子，你不知道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吗？碰一下都要牢底坐穿，你竟然敢把它伤成这样，我看你是不是想吃枪子？”我已经报警署了，希望还来得及。这深山老林的，等他们来的时候，道长尸体都凉了，我还是打救护车吧，多1秒抢救时间就多1分希望。大家不要报警署啊！等下警察同志说我虐待野生动物，那就麻烦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道长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道长不会被吓傻了吧？道长不是会轻功吗？赶紧飞啊！这时候黑熊愤怒地朝着林涵扑来，林涵一个闪身来到狗熊背后，朝着黑熊的屁股猛地用力一踹。好家伙，道场666，差点忘了，我们道场是会轻功的呀。难怪说道长那么淡定，原来是胸有成竹，我是真的服了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只见刚刚被他踹倒的黑熊这时候又站了起来，巨大的体型犹如一座小山丘一般。道长求求你了，赶紧用轻功逃命吧。是啊，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喜欢的主播，千万不能出意外呀。大家不要慌，遇到这种不服气的小熊，那就打到他服气为止。只见黑熊的血盆大口将要咬到林涵时，林涵后退一步，一拳打出，干净利落的砸在黑熊的鼻梁上。黑熊直接捂着鼻梁，痛苦的在原地打滚嚎叫起来。这还是人吗？有这样欺负熊的吗？黑熊的鼻子、眼睛以及裆部都是十分脆弱的地方，大家瞄准这些位置打就行。当然了，如果在野外遇到黑熊的话，大家还是要能躲就躲，能跑就跑，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贸然攻击，不然是非常危险的。道长，你不要说了，你就说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碰这家伙一根毛呀。野外遇到这玩意儿，我直接找个风水比较好的位置躺下。卧槽，难道你们刚才没有发现吗？刚才道长那一闪居然出现残影了，这 TMD 多快呀！我怀疑道长这压根不是练武，根本就是在修仙嘛。大家可能是小说和电视剧看多了，现实当中哪有什么修仙，都是无稽之谈，大家要相信科学。只见黑熊愤怒地朝林涵咆哮一声，众人还以为这只黑熊不死心，又想要攻击，结果吼完这一声之后，黑熊直接转头就跑。吼完就想跑，你想的真美。林涵脚步一动，施展凌波微步，出现在黑熊的前方。黑熊看到跑不了，两个硕大的熊掌放在脑袋上，然后整只熊趴了下来。这是抱头认输了！我的天，这些黑熊成精了吧？这个动作我真是要被笑死！道长，小心这只黑熊精偷你袈裟！林涵利用动物亲和能力，他进行交流。以后碰到这种黑白色的动物，给我绕路走，明白不？只见黑熊听到了林涵的话之后，居然在疯狂的点头，然后用熊掌指了指另一边躺着的熊猫，然后疯狂摆手，表示再也不敢了。赶紧走吧，以后记得做头好熊。这怕不是真的是一头黑熊精，太离谱了吧！道长居然能够和动物说话。熊猫宝宝好可怜呀，道长能不能想办法救它？大家别急，我过去看看，应该问题不大。看到林涵逐渐靠近，熊猫警惕地嚎叫了一声，在林涵脚里蹭了蹭。不要害怕，我来替你处理伤口。熊猫听完点了点头。我严重怀疑道长是传说当中的驯兽师，熊猫都可以听懂他的话。林涵掏出系统抽奖获得的金疮药，蹲下喂给了熊猫，它伤势瞬间就好了。道长的你这个是仙丹吗？吃一颗是不是就能长生不老的那种？金币银糖送给主播航空母舰 X2。道长，敢问这个药的药方能否出售给我通堂？我愿意出价1000万购买。好家伙，道长这才刚刚拿出药来，就被你们通堂给盯上药方了。我行医几10年了，从未见过如此神效的外伤药。非常抱歉，这种金疮药都是我师傅做的，我也不知道药方，他临走前也只给我留下了2瓶而已。那真是太可惜了。那不知道道长能否出售1瓶给我？我愿意100万购买。道长，我愿意出250万购买这1瓶金疮药，请务必卖给我。金币木糖送给主播超级火箭 X10。你们木堂来凑什么热闹？难不成是想拿到这种药方，然后搞垄断？呵呵，说我搞垄断，搞得你们同堂都是好人不赚钱一样。两人瞬间在直播叫价，金疮药瞬间叫到500万1瓶。你们2个人停一下，我这里还有1瓶金疮药，可以分成2份送给你们，让你们去研究，我不要钱，只有一个要求。看到林涵免费送，两人异口同声。道长你请说。那就是如果你们研究出药方，并且可以批量生产的话，不可以搞高价垄断，这种金疮药售价不能超过成本的3倍。如果形成垄断的话，有时候1瓶5毛钱成本的药片，他们就敢卖几百块钱，
普通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。道长，我佩服你，五体投地的佩服。这才叫做大格局，道长才是真正的做到把金钱当作粪土。道长意思，以后我就是道长的小铁，不对小粉丝。这样的神仙主播，几百年都遇不到一个。两人思索一番回答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们两个一会私信发给我地址，把东西邮寄过去给你们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川岛积分达到5万。看来刚刚自己的行为，让直播间的3万多观众心生敬意，对道教产生好感，才会获得如此多的传道积分。果然人还是得多做好事啊！好人终有好报，系统来5发白银抽奖。消耗1万传道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平安符。终极灵气水道抛升级，清新诀，金丝浮尘。看完奖励后，林寒拿出一瓶初级灵气水，喂给了熊猫。喂完后，林寒直接走，结果熊猫就在屁股后面跟着他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就跟我走吧。这只熊猫看起来憨萌，我看就叫你憨憨吧。熊猫点点头表示同意。随后一人一熊就来到道馆。我看人家寺庙的装修那都是金碧辉煌的，像道长这样的世外高人，道观居然这么破烂。此事陋室，唯吾德馨。其实我对住的地方要求不高，山里面的条件肯定比不上外面，等我找个时间再重新修缮一下。只要道长出山，我家那栋1000平的别墅免费给道长住。道长，要不然你来我这里住吧。我虽然没有1000平的大别墅，但是我穿巴巴家的黑丝。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破我家道长的道心？你不要为难道长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冲我来。2天，系统给我升级一下道袍。道袍升级成功，升级为极品冰蚕丝所织。他又拿出终极灵气水，一饮而尽。是不是我产生错觉了？怎么感觉道长变帅了？啊哈，楼上你也这样觉得吗？该说不说，道长这个气质，这个颜值，要说第2的话，恐怕只有我才敢说第1。叮咚，恭喜宿主累积3万传道积分，可进行抽奖。系统给我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沐浴、太极拳、简化版首领丹。接下来我要诵读经书了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，没有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其他自己感兴趣的直播。林寒便掏出一个木鱼放在地上。怎么还有木鱼？这不是和尚用的东西吗？对呀，木鱼不是佛家的东西吗？莫非道家也有？其实木鱼最早是道教开坛设法、朗读经文时所用的法器，后来佛家进入中原之后才借鉴使用。木鱼竟然是道家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。每次在电视上面看到和尚都是捧着木鱼念经，没想到竟然是道教的东西。我就说我们本土的道教源远流长，你看外来的佛教都借鉴他们的木鱼。紧接着他开始诵读系统送的清心诀，木鱼的敲击声有规律的响起。原本热闹非凡的直播间，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，仿佛带有魔力一般，观众开始沉浸其中。某座医院病房内，女孩子望着手机屏幕，只感觉一整天的疲惫感都消失不见。该不会道长的念经声还有这种提神的效果吧？要是道长声音可以治疗姐姐就更好了。躺在病床的姐姐听到手机传来的声音，手指突然动了动。医生，我姐姐她动了。奇迹啊，医学奇迹！一个植物人如果能够苏醒，绝对算得上是医学奇迹。你们家属这几天多陪伴一下他，也许真的能够醒来。欧阳夏雪连忙拿起手机进入林恒直播间。听完道长的经声，我感觉浑身轻松了。本来今天搬砖腰还有点酸，听完之后腰部酸背不得了。好神奇呀！刚才不会做的题目，我现在居然会做了。我姐姐是植物人，听完之后动了。骗人是小狗。你们刚才谁录音了？能不能私聊发我一份？我录音了，一会我把这份录音发到章鱼音乐上去吧，大家搜一下道长就有了。刚刚看完片子，感觉有些疲倦，听完之后感觉精力满满，我觉得能再看一遍。好家伙，楼上要注意身体啊！好的，各位，我下播了，顺便把金疮药给那2家公司寄过去。从系统空间拿出简化版寿灵丹，憨憨看着眼前的丹药直流口水。林寒将丹药喂给他吃。憨憨要是变成灵兽会是什么样子？会不会跟他的祖先一样变成蚩尤的坐骑？林寒不知此时他念经的声音已经登榜各大音乐榜首。明天要6级考试，听了道长的音频，书看一遍都记住了，肯定能够马到成功。到时候考上了我来还愿。真的特别神奇，我听完之后感觉脑袋特别的空灵，进入一种玄之又玄的意境，比冥想要好用太多了。道长那个念经声真的好棒啊！我听了一遍之后，感觉脑袋不疼，腰部酸胃也不痛了，多年老毛病被治好了。一个明星家中，张白为了给新电影做宣传，今天特地花钱找水军上了热搜。花了这么多钱，要的是热搜第1，现在连前5都进不去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没办法呀，可是今天那个道长实在太猛了，关注度实在太高了。行了，我有办法了。拿起手机拍了个视频。人家拍电影太难了，就连小拇指都受伤了，却被一个道长花钱雇水军占领热搜的位置。我觉得波波是一个公平的平台，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占领热搜，实在是有些不光彩。希望他能好自为之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。结果他被骂上了热搜第1。我擦，这尼玛擦破点皮都好意思叫受伤，好家伙，叫不快点去医院，恐怕都愈合了。一看形势不对，他立马打电话给水军公司。什么上热搜容易，撤热搜难，还要加钱，你们怎么不去抢？
早上林寒一开播，直播间立刻10万人在线。道长，快点教我修仙，凡人修仙传，你是不是主角？我现在严重怀疑道长其实是修炼的几千年的老怪物，只不过因为修炼才显得这么年轻。道长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我是抖抖平台的总监沈雪，决定给您最高级别的 SSS 级定制合同，每年500万的年薪，再加上礼物82分成。条件听起来还不错，不过让我考虑一下吧。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，等一会空闲了咱们再聊。刚挂完电话，又响了起来。道长你好，我是直播平台的副总雷科，在这里非常真诚的邀请您入驻我们直播平台，我们会给您一份级别最高的定制合同，年薪1000万，礼物82分成。不急不急，这件事情晚点再谈好吧，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。挂完电话后，林寒发现小憨憨全身散发红光，以肉眼的速度瞬间长大。憨憨进化失败，奖励体型增大。直播间的人看到憨憨瞬间长大都惊呆，异口同声的说道：“道长，你家是不是有仙丹？教我们修仙吧。”你们看错了，他只是竹子吃多了，身体长得快而已。现在哪里有修仙？你们要相信科学。恭喜宿主获得30万传导积分。没想到昨天的念经和憨憨突然变大，竟然会收获这么的积分。系统给我直接来一发黄金抽奖。消耗10万传导积分，恭喜获得玄门武术山字篇。居然是玄门武术中最珍贵的山字篇。山术号称武术之首，山术可是真正的修道之术。玄门武术山字篇已修炼至入门境界，若想继续精进，还需努力。系统再来一发。消耗10万传导积分，恭喜宿主开通系统空间权限。你看隔壁的末日求生，这玩意别人都是标配的好吗？你还要我花一个黄金抽奖来获取，是不是有些坑爹了？宿主你串台了，好了，淡定，本系统再给你加多一个自由存取的功能吧，当给你的补偿了。算了，系统你这个坑货，来个白银10连抽吧。恭喜宿主获得了这么多，自己看吧。您再送给主播超级火箭 X 要领。其实本人对道教文化也十分感兴趣，只要道长跳槽来我们平台，我们一定用最大的资源一起携手弘扬咱们道教的优秀文化。如何为送给主播超级火箭15？这件事情就不用劳烦你们平台了，我们抖抖平台一定会给道长最好的资源。防范把他的号给我拉黑了，别让他进来。刚拉黑，雷科又创的小号进来跟学武一起飙火箭。好了，不用再刷礼物了，你们都有我的联系方式。这样吧，把你们待遇以及条件用短信发过来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会立马给你们答复。沈总，其实我感觉我们是不是弄错方向了？我看像道长这样的修道之人，对钱财应该是没有那么看重的。你是说从别的方面下手？没错，像道长这样隐居深山的修士，最在乎的肯定是自由自在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宽一些限制条件，这样一定能够道长动心。就这样办，等下要是道长签约，下个月给你涨工资。某个剧场内，张白，你昨晚到底干了什么？我们电影还没有上线，现在底下就一堆喷我们是烂片的，还说打死都不买票。导演，这件事情也不能怪我呀，我也是为了宣传我们的新电影才会发那条视频的，你看我都受伤了。行了，我昨晚被蚊子叮的伤口都比你这个严重，你现在赶紧再拍一个视频，跟那个道长道歉。凭啥我给他道歉呀？难道他花钱上热搜就是对的吗？你懂个屁啊！那个道长的直播我去看了，人家那是真有本事的，你手指擦破点皮都好意思上热搜，你道不道歉？不道歉的话，以后全面封杀你。说完后转头就走。这时林寒也跟抖抖签完线上合同，最终签订为2000万年薪，礼物91分成。大家刚刚也都看到了，抖抖平台给我的待遇年薪都2000万了，我现在并不缺钱，大家看直播图个高兴就可以了，其实没必要刷礼物。道长你只管直播，礼物的事情就不用管了，我们肯定量力而行。说的没错，我一天搬砖300块钱，280块钱给道长刷礼物，20块钱可以买20个馒头，一天吃得饱饱的。非常荣幸道长能够选择我们平台，财务将会在今天付给您500万薪资，剩下的1500万会在每个月15号按时给您发放。到账500万元。道长这才直播1天的时间，就到账500万了。我搬砖1个月才赚3000块钱，果然是货比货的丢，人比人气死人。虽然这是道长凭本事赚的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算一下。各位观众，其实我对钱的兴趣并不大。监测到宿主所在的道观过于破旧，特制发布任务。任务内容：修缮道观。任务奖励是效果给予奖励。大家觉得我这个道观怎么样？好是好，不过我觉得有必要修缮一下，旁边那座墙都塌了，跟我老家几十年的危房差不多。哈哈哈，我也觉得应该修一下，不然的话，要是下起了大暴雨，房顶都可能塌。道长，我是设计师，不如把道观的设计交给我来，免费的不收钱。在下工地杠精，可以免费帮道长抬杠。船有我是铜锣湾的，专门收保护费。不急，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再找大家帮忙。宿主累计30万积分，是否抽奖？来个10连抽白银，剩下2发黄金。恭喜宿主获得木匠大师、建筑大师，白银抽奖已自动放入系统空间。我有理由怀疑系统你就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消化我的积分。林寒提刀来到这一棵大树面前，
坐等道长打脸，用一把小刀就想砍大树。兄弟们准备好，一会要好好嘲笑一下他。一看就是新人，没有看过道长直播，你们啥时候见过道长打脸过？莫非道长又要扮猪吃老虎？难不成他还能一刀砍断不成？妈耶，我看到了奇迹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道长你是个怪物吧？卧槽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这玩意儿是特效吧？其实这件事情的难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。虽然这棵树看起来是挺粗的，但是只要控制好劈砍的角度，再加上本人从小习武，力气比较大，一刀就砍断，其实并不奇怪。道长，你管这叫习武？你这明明是在修仙！我怀疑道长就是传说中的渡劫期修士，只差一步就能够得道成仙。太离谱了，这件事完全不科学。在道长直播间讲科学，楼上的你还是太年轻。道长，你不要忽悠了，我练武10年都没有你这个效果，你修仙的别跟我们练武扯一起。此时病房内房间内还播放着林寒昨晚的念经声，这时响起声音：下雪，雪，我想喝水。林寒站在树桩前，大家觉得这个树桩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？这题我会，我觉得把这玩意儿挖空，刚好可以当个马桶。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雕成一个齐天大圣。我就知道道长肯定又要秀操作了。我觉得道长你可以省去那些繁琐的步骤，直接施展一下法术，完成一个精美的木雕是非常精细的工作。这把刀啥也雕不出来，你要是真能雕一个齐天大圣，我跪下叫你爸爸。认真雕刻林寒没一会便大汗淋漓，随手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一瓶终极灵气水，直接饮下。卧槽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刚才那瓶水是道长凭空变出来的。我看道长怎么赖账，这玩意儿科学可解释不了。像这种修仙的，会点仙术很正常，不要大惊小怪的。我已经录屏了，证据在我手。阿姨了，差点忘记还在直播了。哪有凭空出现的东西？只不过只是我施展的一个小小的障眼法，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魔术。你们果然全部都中计了。一件东西肯定不可能凭空出现，大家初中应该学过的呀，物质能量守恒定律，所以还是要相信科学。实不相瞒，作为10几年的魔术师爱好者，道长你这个我咋看不出来有半点手法的痕迹？道长你莫装了，你这就叫做欲盖弥彰，可惜被我一眼看破。承认吧，刚刚那就是法术。大家不要再纠结了，接下来继续为你们雕刻齐天大圣。随着林寒整个人的状态随着一变，只见锋利的匕首在树桩上面不断的游走，动作丝滑顺畅，没有任何一丝阻碍。这时章鱼音乐办公室，老总，道场念经声下载量已经突破了200万，在其他平台下载量也暴增。赶紧想办法联系道长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要把这个版权买下。只要把这个版权买下来，那以后何愁不能一统华夏音乐江山？这时林寒直播间跑了一群学生在还愿。感谢道长，昨天晚上听了你的念经声，今天英语6级已经通过。我也是，考了6年了，今年终于过了。哎呦，你们也全都是考完过来还愿的，感谢道长拯救我这个英语学渣于水火之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道长的铁杆舔狗。林寒也停下手中的刀。4、6级过了是好事，主要也是因为你们平时学习认真肯下功夫，才有这样的回报。大家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，都要多些努力，做善因得善果。莫以为听个念经的声音，人生就能一帆风顺，顺风顺水。感谢道长教诲，我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老子戒赌，要重新做人，做善因才能得善果。人生道理莫过于此。此时叔叔门口，一个男子拿着手机录视频。道长说的对，有因必有果，不承担恶果，如何能了却恶因？与其整天躲躲藏藏，担惊受怕，还不如直接面对，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至少自己从来都是问心无愧。这时走过来一个女叔叔。您好同志，您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？我来自首，我干人了。原来是瞎。卧槽！林寒直播间刚刚雕刻好齐天大圣，手持金箍棒，身穿黄金锁子甲，脚踩藕丝步云履，头戴凤翅紫金冠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个齐天大圣也太帅了吧！真的惟妙惟肖，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齐天大圣。虽然我不懂木雕，但我不是瞎子。道长雕刻的这个齐天大圣，绝对是我见过最完美的木雕。道长现在就算是说他会生孩子，我都不奇怪了，简直是全能的。道长，这一座木雕确实是精品，能不能忍痛割爱？我愿意出10万块钱购买。道长，在下愿意出20万购买，我是真的喜欢这一尊齐天大圣。各位卖我一个面子，这座木雕我是真的喜欢，我本来就是专门收集齐天大圣木雕的，我出价100万，大家不要再跟我抢了。你们这出价也太着急了吧？这座木雕我可没打算要卖。别呀，道长，这座木雕我是真的喜欢，实在不行你开个价吧，我把鸡汤1品的房子卖了也要买下来。看你这么喜欢，房子就不用卖了，算是成人之美吧。至于说多少钱，你自己看着给就行，心意到就好。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？刚才怎么说来着？听说你要跪下叫爸爸。设计师送给主播超级火箭时，爸爸，能不能收我为徒？我感觉最近雕东西已经遇到瓶颈，一直没法进步。频道还是单身，施主莫要乱叫爸爸。而且非常抱歉，频道并没有任何收徒的打算。沈雪办公室内，他正在刷着视频，发现一条视频点赞超过50万，底下的评论直接上了10万。我叫做李峰，是一名退役的战士，同时也是一个杀人犯。我要去前面的警署自首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小的时候被一伙人贩子拐走，
我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找到了这一伙人贩子，同时他们的出租屋内还藏着10几名被拐卖的小孩子。我女儿早就不知道被他们卖到哪里去了。我一怒之下把他们5个全部都杀了之后，打了110，让执法人员过来解救这些漂亮。然后我便开始了长达2年的逃亡生活。今天看了道长的直播，于是我决定自首。沈雪看完视频后点开评论区。叮咚，川岛积分累积60万，系统给我来6次黄金抽奖。抽奖获得这么多，为了不水时间，请各位暂停观看。这蟠桃种子要是西王母的蟠桃，那不是赚了，吃了能长生不老，算是真的有。3000年一熟，老子都不知道轮回几次。林寒在菜园的空地上用领土将种子埋下。这时候林寒的直播间内都在讨论李峰的事情。道长，你太神了，有人被你感悟了。我已经问过律师了，他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应该是不会判太重的。刚刚我也刷到视频，据我了解，他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刑期应该不会超过3年。面对一起自己主播超级火箭乘以2。诸位请放心，我们律所已经关注到这件事情了，将会免费为其辩护，刑期一定不会超过3年，甚至1、2年就可以出来了。关个1、2年倒是没啥，如果他能够找到女儿的话，他们家肯定很幸福。那哥们不是发了照片吗？大家可以帮忙留意一下周边有没有买来的可爱的动物。话说，能不能请道长出手？道长那么厉害，找个小孩子不是挥挥手的事情吗？直播的铁粉竟然第一时间把希望寄托在林寒身上。尬海捞针的事情我可不行，不过若是有那个女孩的衣物或者是毛发，频道倒是可以试一试。我就说以道长的仙法，找个人不是随随便便吗？只能够让女孩的家人找一找有没有之前穿戴过的衣物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没有效果其实我也没有把握。不会吧，不会真的有人相信一件衣服1根头发能找到人吧？我看这个道士就是在蹭热度。不好意思，道长不需要蹭热度，道长就是热度。道长，我认识那个女孩的妈妈，她是我朋友的同事。我已经给你发了私信，上面是我的地址，你把东西快递过来给我就行。道长，我们要进山去找你吗？美美已经等不及了，准备连夜就出发。这会马上到晚上了，你们进山不安全，你们到离这最近的平安县城，我明天早上就出山去找你们。说完后，林寒就下播了。他不知有很多无良媒体也在很多平台发布了攻击林寒的文章。第2天，林寒又积累了20积分。系统给我抽奖，恭喜宿主获得送子龙凤丹，女性服用此丹药可孕育龙凤胎，男性切莫服用。阴神符，一次性用品，使用者可以进入阴神状态，持续2小时，可随时随地接触。好了，我们出发平安县。系统取出神行符，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一张神行符，用过之后，神行符燃烧殆尽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，如果配合上凌波微步全力奔跑的话，速度恐怕可以达到1半音速。这要是去参加奥运会，那不是稳拿冠军？林寒全力施展凌波微步，只见一道残影在山林之中穿梭。原本5个小时的路程，只花了2分半就赶到。来到酒店门口，就看到一群粉丝在等着。粉丝们很自觉的没有过去打扰。道长，我是李雅竹，但没想到道长本人竟然比直播间里面还要帅得多。道长，你真的能帮我找到女儿吗？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尽力而为的。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有准备吗？有。说完，拿出小孩的衣物递了过去。林寒接过手中的衣服，闻了闻，还好有气息，千里追踪树开。嘿嘿，找到你了，既然是施法，那肯定要做样子，不然别人真的说我在修仙。林寒掏出一张自己随便画的符，直接丢了出去，空中的平安符立刻烧了起来。果然厉害呀，那张符居然自己燃起来了，我觉得很有希望找到小女孩。道长不愧是道长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？不要担心，我已经知道他在哪里了。道长，你真的找到妞妞了吗？他在哪里？我已经大致算出他的位置，离我们100多公里，应该在隔壁的安溪市。叫辆车，我们一起去找。道长，我是平安大酒店的老板，也是你的忠实粉丝，就坐我的车去找吧，叫辆车也怪麻烦的。道长，我开的 GT 速度特别快，坐我的车吧。你 GT 座位都不够，凑什么热闹呀？我开的50宏光，道长不如坐我的车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吵，救人要紧，我坐老板的车就行。1小时后，林寒没有让其他粉丝跟过来，几人来到一个房子门口，旁边还有个小女孩在洗碗。孙寒没看到孩子的模样，立马冲过去抱着。妞妞真的是我的妞妞，这还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？简直就是神仙手段！道长快教我修仙。这几年这女孩肯定过得很不好，你们看到她手上的淤青没有？而且还在洗碗。对不起，是妈妈来晚了。你是妈妈吗？为什么不要我了？对不起，是妈妈的错。你们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快放开我女儿！这是我的女儿，要不是你们，她也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这时村妇女心虚连忙说道：胡说八道！你们赶紧滚，不然我让你们走不出我们村子。让我们把她带走，我们可以不跟你一般计较，不然的话，涉嫌拐卖漂亮，你已经犯法了，知道吗？你吓唬谁呢？你们赶紧滚，不然我要叫乡亲们帮忙了，到时候你们就不一定能够走出去了。果不其然，这时候周围突然来了很多同村的人。外乡人赶紧滚，我们村不欢迎你们！气死我了，这些人太坏了，这光天化日之下的，还想要杀人不成？道长赶紧施展法术，把他们打残就好了。
千万不要打死。道长，要不然花点钱看能不能息事宁人吧，不然的话恐怕有点麻烦。妞妞是我的孩子，你们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们，只要让我带妞妞离开，把人带走，想都别想。老娘养了她那么多年，你说带走就带，她走了谁留下来给我干活？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把妞妞带走。居士莫慌，不会有事的。再过2分钟，我请的天兵天将就要到了。大家莫慌，咱们道长可是修仙的，对付这群土鸡瓦狗，那不就是挥挥手的事情吗？就是道长可是连熊都可以拍飞的男人，各位淡定。就在村民准备动手时，后面响起警声。你看我的天兵天将到了吧？原来道长你早就算到会有执法队的人过来，难怪那么淡定。那名彪悍女子眼看情势不妙，连忙哭喊道：“你们终于来了呀！快来主持公道！这几个外乡人要来偷我家漂亮，大白天的明目张胆呀！快把他们抓回去！”有什么话到警署说吧，你涉嫌拐卖漂亮，现在被逮捕了。叮咚，恭喜宿主累计120万川岛积分。看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，居然获得这么多积分。各位网友看到事情解决后，直播间的礼物都没有停。大家不要再送礼物了，这件事对于频道来说不过就是举手之劳而已。道长你不要多管闲事，我乐意刷礼物，小爷有钱不行呀，我们刷礼物的就是这么拽，难道拽犯法吗？这么不科学的事情，在道长的眼里，原来只是举手之劳。其实我们道场是提倡科学修仙的。林寒确实拿他们没有办法，只能关闭了直播间的打赏功能。我靠，不是吧道长，你玩真的呀？道长真没必要，我们送礼物都只是一片心意而已。说的没错，那些扭腰扭屁股的擦边球都有人送几百万礼物，道长你收点礼物不过分的，道长真没必要，我们送礼物都只是一片心意而已。解决事情后，林寒坐天海车去帽子叔叔那边做笔录。童子姐，给我来个白金抽奖。消耗100万川岛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金光神咒。金光神咒已修炼至入门境界，若想精进，还请宿主多加修炼。再来2发黄金抽奖。消耗200万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寻龙诀、神行符。有点坑爹啊，又是这种一次性用品，这个寻龙诀我又不找目的拿来干嘛？道长，其实我想请你帮一个忙，不知道。居士客气了，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就行，若能帮得上忙，贫道自然会尽力相帮。道长是这样的，我和妻子结婚已经10多年，只是至今未有子女，我们都去医院检查过，双方都很正常呀，可是努力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。林寒递了今天早上抽中龙凤丸过去，1颗牛黄解毒丸，去上火的，别问太多，回去之后让你夫人服下就可以了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道长赠药肯定不是普通的东西，该如何报答？对道长这样的高人来说，如果给钱岂不是在侮辱他？可是我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呀。对了，道长，你不是准备修缮一下道观吗？刚好我认识一些施工队，要不然这件事情就让我来帮你吧。居士有心了，不过这件事情贫道一个人能解决。再说了，贫道的道观在深山老林里面，道路都不通，哪有什么施工队愿意过来的？道长这个你放心，只要你同意，只要不在太空上都给你安排。如果你有心帮忙的话，倒是可以帮我购买一些建筑材料。这个简单，一定得道长买最顶级的材料，道长还得给我个地址，我叫人把东西运进去。那倒用不着那么麻烦，你找个仓库放着这些材料，我自然有办法。你们说道长会不会有一个空间戒指，可以装下一大堆东西的那种？随后林寒做完笔录，对彪悍女子也审讯完成。队长一行出门刚好碰到林寒。队长，你们这么着急干嘛？是又有任务吗？刚才审讯又发现一个拐卖团伙，现在准备出警，是否需要贫道帮忙？不用，道长你先进里面等着，等会请你吃庆功宴。都别动，举起手来！房间内一个人影都没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从这个房间痕迹来看，应该是刚走2天。2天，人都跑到天边去了，这还抓个锤子？现在有了线索，居然还丢了。队长，要不然请道长出手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刚跟道长说完，不用他出手，这不是妥妥的打脸吗？不过现在也顾不得面子了，挖住他们才是重点。如果让他们继续逍遥法外，会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？刘斌打电话给林寒，喂，道长，出事了。随后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林寒。居士莫急，贫道这就过去。道长，坐我的车过去吧，我的车速度比较快。不用了，你们且在这里等着，贫道去就回。我操，道长人去哪了？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突然消失了？道长果然牛掰，这肯定是某种隐身的仙术。我要是有这个本事，抓罪犯那不是手到擒来。林寒贴上隐身符加神行符，不到2分半就来到现场。贴隐身符主要是怕别人看到以为有神仙。大家别着急，贫道有办法找到他们。林寒突然出现，把执法队的人吓了一大跳。道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。莫非道长还会闪现不成？好吧，他真的会闪现，好像也不奇怪。哎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道长，这里面都是一些垃圾，你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？线索肯定有的，就是你们不会注意细节。林寒从地上捡起一根的头发，用黄纸将头发包住，只见黄色的符纸无自然，顷刻之间便变为飞灰。贫道已找到他们的位置，在哪？莫慌，贫道去就回。
说完，林寒走出房间。等执法队的人反应过来之后，林寒早已经不见踪影。一个已经废弃的破旧厂房楼下，道长，你终于开播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大家理解一下，刚才道士哥哥在警署里面，肯定是不方便直播的。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其实李峰之前在安南市杀了那几个人贩子，并非是拐卖妞妞的真凶，拐卖妞妞的其实是另一个人贩子团伙，在安溪市已经逍遥法外很久了。卧槽，那岂不是说那位英雄报仇报错了？哪有什么报仇报错？就算他们不是拐卖妞妞的人，但也破坏了其他人的家庭，一样很可恶。说得对，只要是人贩子都该死，就是可惜真凶还逍遥法外，真是气死人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们逍遥得了一时，但是逍遥不了一世。贫道现在已经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，这个人贩子团伙就躲在前面的仓库里面，大家别急，贫道这就让他们伏法。道长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要不然还是让执法队的人来吧，我怕他们手里面有武器。林寒站在破旧仓库的大门外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的已经被包围了，现在放下手里的武器，双手抱头，一个个走出来。卧槽，道长你这是一个人包围一个犯罪团伙。道长，咱们好歹搞个作战方案吧，这样看起来专业一点。相信道长的本事，对方几个人贩子肯定是手到擒来。现在怎么办？才来这里2天，怎么会被执法队盯上的？他们肯定已经把这里包围了，外面可能有几十条枪。赶紧双手抱头出来，要不然子弹不长眼。别开枪，我们这就出来。紧接着，在众人惊骇的目光当中，只见7个人双手抱头从里面走出来。我的乖乖，这些人那么蠢的吗？道长牛逼呀，实在是太秀了。老大，执法队的人在哪？我哪知道，说不定就在附近蹲着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爆头了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这几个人贩子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没想到道长还有当影帝的天赋。臭道士，执法队的人在哪里？哪来的执法队？就贫道一个人而已。那刚才是谁喊的？让我们抱头出来！这里就贫道个人，自然是贫道喊的。一群人震惊。什么？臭道士，你特么敢耍我？靠！给我干死他！两人手里面直接拿着2把猎枪，枪口直接对准着林寒。既然如此，贫道也不客气了。只见林寒不慌不忙，径直朝他们走过去。道长，求求你稳一点吧，我真的看着胆战心惊。道长，你不要再秀了。臭道士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树子，你敢谩骂我臭贫道，坏我道心，等会就有你好受的。这1枚硬币，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你 TM 以为自己是燕双鹰了？去死吧！林寒轻松一闪，子弹从他旁边飞过。贫道说话算话，这1块钱硬币是你的了。只见那一颗硬币竟然犹如子弹一样，直接嵌入大腿当中。卧槽，道长牛逼，真的连子弹都能躲得过去。道长教我躲子弹的仙法。我擦，硬币威力都那么大，还说不是休闲。好了，贫道不跟你们玩了，该结束了。2分钟后，道长，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放过我一马。贫道若是放过你们，那谁来放过那些被你们拐卖的孩子？道长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您慈悲为怀，不是都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吗？你还挺有文化的，可惜你搞错对象了。贫道是个道士，不信佛的。说完，来到他身边，伸出右手在他肩膀上轻轻一拍，一掌下去把他另一只胳膊也卸掉。为了被你们拐卖过的小可爱，贫道就断你们一双胳膊，不要挣扎，很快的。救命！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，千万不能做违法乱纪、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你看这些贩子，终究还是遭到报应了。那肯定是，人家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孩子。还有道长，求求你了，把打赏功能开一下吧，不刷礼物真的好难受啊，浑身都不舒服。那好，我把打赏功能打开，不过在我的直播间内，禁止未成年人和学生打赏。林寒开启直播间的打赏功能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，满屏滚动的礼物下。对于收到的礼物收入，贫道决定拿出1半，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建学校。很快，帽子叔叔就来到现场，感谢道长帮忙。道长，你怎么跑得这么快？我们开警车都追不上你。贫道的脚步确实要比平常人快上一些，刚才下手没个轻重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不大，这几个人贩子围攻道长你一个人，道长你反击很正常，这属于正当防卫。这时直播间传来消息，悠悠同堂送给主播超级火箭 X10。道长，我已经赶到安溪市了，能不能见您一面，聊一下金汤药的事情？乐儿校主送给主播航空母舰 X10。道长，我也来了，马上就快要到了。一下子忘记，等会就给你们寄过去。希望我们约定的事情你们不会忘记。我们一定做到。哎也是。叮咚，宿主获得110万积分，直接来一发白金抽奖，消耗100万传导积分。恭喜宿主获得叮咚，获得玄门武术名字篇，以修行之入门境界。若想精进，还请宿主多加努力。玄门武术现在已经获得其中2篇，系统再来一发黄金抽奖，消耗10万传导积分。恭喜宿主获得返回箱。这个相当于从阎王爷手里面抢人。看完奖励之后，林寒将金疮药交给同堂和木堂后，4人来到街上。走了没几步之后，一个小女孩从街角跑出来，刚好撞到林寒。
哎呀，叔叔不好意思，哇，叔叔你长得好帅。小朋友，以后走路要小心一点。好的，叔叔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小姨还是单身。小女孩想了想，又抓了抓脑袋。不行不行，叔叔你长得这么帅，我家小姨配不上你。却发现这个小女孩命堂有些晦暗。这是血光之兆，这么可爱的小女孩，贫道保定了。小朋友，叔叔送你点东西吧。只见林寒拿出一个平安符，把它戴在小女孩的脖子上。王海一看，不由得有些羡慕。像道长这样的世外高人，拿出来的指定都是好东西。这个平安符肯定真的保平安。听叔叔的话，这个一定不能摘下来。小女孩点了点头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怎么感觉道长送他平安符，恐怕别有用意。道长的平安符肯定非常有效，我也想求一个。道长，卖不卖平安符？多少钱都买。虽然玄门武术山字篇就记载有符道修行之术，但现在还处于入门境界，画出来的平安符估计效果不大，不像系统抽奖获得的平安符，那是真正可以保命的东西。以后有时间的话，我会画一些平安符，到时候免费送给大家。道长，到时候能不能也送我一个？当然没问题，到时候都给你们安排上。道长，不好了！2小时前有辆客车失控沉入河底，数十名旅客无一人生还。可能是客车司机疲劳驾驶，当时很多人都看到这辆车撞入河里，可惜来不及营救。听说医生来的时候，已经全部都没心跳了。好像是在平安县地界。咦，道长不就是在平安县吗？要是道长当时在场就好了，说不定以道长的能力还可以救上几个人。道长是很厉害，但是也不要神化道长呀。现在还不到2个小时，说不定可以试试那件东西，毕竟几十条人命。王海，你在平安县人脉比较广，打电话问一下这些人在哪里。王海掏出电话，跟对方沟通几分钟，立马确定了位置。已经确定位置，道长他们现在还在医院。好，立马送我去医院。道长，你此番前去，可是要为他们超度。正是如此，总不能说我要跟阎王爷抢人吧？佩服，道长真是慈悲为怀。医院，林寒让王海动用关系将家属赶出去，林寒则在一旁打坐念着经文，旁边插着回魂香。道长，我咋感觉有些凉凉的感觉？王莽，你怕不怕？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，我又没受我害。卧槽鬼啊！有人诈尸了！卧槽，妈妈我怕湿了，别吓我，我胆小，我尿了，我真的尿了。瞎叫什么呀？看清楚点，那是个人，不是鬼，地上有影子。可是他们不是嘎了吗？为什么又坐了起来？道长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道长你用法术把他们全都复活了？复活这种东西也太不科学了吧！早就说过了，不要在道长的直播间提科学。现在这种情况，用科学怎么解释？这件事打死都不能认，不然就解释不清楚了。这件事和贫道没有关系，刚才贫道真的是在超度，谁知道超度一半，他们就爬起来了。这难道是传说当中的尸变？道长，你有没有准备黑驴蹄子还有黑狗血？还是让贫道来给你们科学的解释吧。贫道曾经在一本古籍上面看到过这样一种记载，就是当人在溺水的时候，人体会自动开启自我保护机制，陷入一种假死状态。在我们医学上面，确实有一种假死的状态，这件事情是挺科学的。不是吧？你们这群傻白甜还真信啊！这件事一看就和道长脱不了关系。贫道也有些乏了，还是回酒店休息吧。3人此刻还心有余悸。道长，能不能跟你买一个平安符？我出100万。还有我，道长，你要是不给我个平安符，我今晚指定睡不着啊！林寒随手掏出自己写3张平安符，送给了他们3个。第二天，林寒将王海准备好的建筑材料装到系统空间，就回到道观。老板，仓库招贼了呀，东西全被搬空了。老王头，你是不是没睡醒？上千吨的材料，哪个贼能一晚上搬空？老板真的被搬空了，我都扇自己好几个耳光了，疼得要死，没有做梦。等等，莫非是道长？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千万不要报警，你回去睡觉吧，没你的事。各位朋友，今天就带你们来山里直播1天吧。道长，感觉你的憨憨又长大了一些，变得更威武了。这时旁边传来声音：道长有金钱豹，快跑！道长可是修仙的，会怕这种小卡拉米吗？这个豹子是1级保护动物，也是非常少见的，这也许是一种祥瑞。今天在这里见到金钱豹的各位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都会财运亨通。真的吗，道长？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反正我信了，我已经把头像和名字都改成金钱豹了。当然是假的，不过是贫道给大家开的一个小玩笑。话刚说完，林寒手中的手机便响了起来。道长，我是沈雪呀，现在有好多品牌都想要找你代言，开出的价格都很高，普遍都在几百上千万。我把这些代言都给您发过去，道长您自己做决定吧。这金钱豹真的准呀！你看道长刚才遇到，现在就有代言送钱上门。贫道不过是开的玩笑话，各位要相信科学，切莫迷信。我擦，真的财运来了！刚才主管打电话告诉我，拖了3个月的部门奖金发下来了。哇哇哇！刚才我也接到，我下个月薪水涨了。好家伙，我这就换上金钱豹头像。道长，跟你说件事情，新博那边的曹总想要邀请你过去开通个人博，并且还愿意出1000万。道长，今天我们平台不参与分成，全都归您。既然对方诚心邀请的话，那等贫道找个时间去开通一下，你们平台该分多少钱就分多少钱。这时一个阿婆正往林寒方向走过来，
正是凌寒山下的村女。一人一熊来到他身边。阿婆别怕，他不会伤人的。阿婆，你一个人进山很危险的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可是老神仙的弟子？对呀，小时候师傅还带我见过您呢。我来找你师傅的，老神仙可在道观当中？我师在1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，现在道观当中只有我一个人。怎么会这样？老神仙不在，我那孙儿没救了。老奶奶叫道长师傅神仙，该不是道士师傅飞升了吧？他师傅又是何等恐怖人物？道长师傅这么厉害都羽化了，果然这世界不存在长生不老之法。老师傅不在了，这不还有我们道长吗？我们道长可是修仙的。阿婆，您孙儿是怎么了吗？师傅也教了我一点本事，也许我能帮你。我孙儿就是中邪了，一直昏迷不醒，还说胡话。阿婆，你先不用担心，我跟你回去看看。阿婆，你坐到憨憨背上，我带你下山。不一会，两人就来到家门口，还有几人在等着。你年纪那么大了，乱跑什么呀？这是山里面老神仙的徒弟，我把他请来，振儿的病有救了。妈，都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能不能不要瞎搞？两位施主，不如就让贫道看一下令郎的病情。就连医院的医生都没办法，你看有什么用？就是医生都没有办法，所以贫道才有些许办法。这时旁边村长认出凌寒，真的是道长，要是连道长都没有办法解决，估计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解决。看到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村官信誓旦旦的这样说。中年男子仿佛看到了希望。这位道长，那你快随我进来看一下。进到房间，只见男生嘴里还说着梦话。嘿嘿嘿，这些都是我的，代表正义消灭你们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跟贫道详细讲一讲。就在上周，学校突然出现一个学生昏迷，在随后的几天，陆续的有男生昏迷，已经有上100个男生都这样了，症状都是一样。现在县二中都已经休课了。我早就听说了，县二中下面原来是乱葬岗，诡异的很。好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凌寒掏出一张黄色符咒，丢在半空中，立刻便燃烧起来。随后凌寒细念咒语，速速散去。只见躺在床上的男生额头上冒出一缕黑烟，迅速散去。我刚才没看错吧？从他额头上飘出来一缕黑烟，好家伙，难道真的是中邪？这也太不科学了。我已经录屏了，刚才这黑烟我们几百万人亲眼所见，看道长这下怎么赖账？黑烟被拍散之后，男生睁开眼，振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就是感觉睡了一觉，然后做了很多奇怪的梦，看样子应该已经没事了，就是身体还有些虚弱，调养一些日子，恢复下身体状态就好了。神仙啊，感谢道长救了我们家孩子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这种事情既然被贫道碰到了，贫道自然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老神仙真是收了个好徒弟呀！道长，这个问题是不是学校建在乱葬岗造成的？这个倒是没什么，很多学校乃至部队都是建在乱葬岗上面的，和乱葬岗无关，咱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叫声：“道长，道长，救救我！”凌寒来到外面，只见2个中年男子和2个执法人员。施主这么急，找贫道可有什么事情？道长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学校！道长，一定要救救学生们！道长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，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两位施主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道长，我们学校的事你也听说过了，现在不只是学生，有几个男老师同样昏迷不醒。各位莫慌，等今天晚上贫道去学校看一下，究竟是什么情况。从男生刚才昏迷的情况来看，确实是沾染了某种邪秽之物，否则不会如此。道长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不急，等我先带观众朋友们抽个奖先。叮咚，恭喜宿主获得260万积分。系统来2次白金城，消耗200万传导积分。恭喜宿主获得金创药药方。还好这个药方都是常见药材，这个珍贵的药方还是交给国家。恭喜宿主获得渡魂经，渡魂经已逐渐至精通境界，勤加练习可达到圆满境界。剩下直接来6次黄金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这么多，请自行观看。梁晨来到车上，道长，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吗？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神鬼鬼的，还是要相信科学。真的假的？道长，你该不会是想忽悠我吧？那刚刚你在直播间捻燃符纸怎么解释？像刚刚这样奇怪的现象，只是科学现在还不够发达，一时间难以解释的。而碰巧我们道教的一些传承，可以医治这些情况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道教知识也是有科学的部分。难道他就看不出来，道长纯粹就是在忽悠吗？忽悠道长上线，各种强行科学，欺骗一个单纯的美女。良心在哪里？道德在哪里？联系方式又在哪里？叶离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不对呀，道长，你这说的跟没说一样。众人来到校内，道长，要不然我还是多叫几个人手过来吧，我怕一会应付不了啊。道长等等，我跟你一起进去，我还真就不信了，还真能有恐怖的东西不成？我也要进去，我是校长，责无旁贷。道长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身上阳气重，就算真的有恐怖的东西，也不敢近我的身。其实女恐怖最喜欢吸的就是阳气重的男人。道长，你别开玩笑啊！怂了怂了，他开始怂了。我怎么感觉我床头有人？来个人和我一起上厕所。
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之间几条绳索从背后飞来，直接叶离三人捆住。什么人？哎呦，没想到你这个道士还真有点本事，居然连我的捆先生都拿你没办法。道长，快把这只女恐怖就地正法！卧槽，原来女恐怖长得这么好看，倩女幽魂诚不欺我。你才是女恐怖，你全家都是女鬼。我叫做穆琪琪，是来帮你们抓恐怖的。你到底是来抓人还是抓恐怖？他们几个进去也是添乱，让他们老实待在这里不好吗？好像也是。莫非这个好看的小姐姐也是修仙的？不过这妹子长得好漂亮，道长帮我问问联系方式。你旁边刚出现的背影是什么情况？这是我师兄陆小佳，他说高手就是这样的，一定要用后脑勺对着别人。师妹，这话你怎么能当着别人面说出来？你们就当我啥都没说哈，你们啥都没听见哈。你叫做林寒对吧？这里有我们神调局就够了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了。贫道就在旁边看着，或许有帮忙的地方也说不定。那随便你。这时候陆小佳才转过头来，阁下一个外国人中文竟然说得这么好。什么玩意？老子特么是华夏人，中文当然说得好，这是练功晒黑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属实是贫道眼拙了。没关系，你不是第一个认错的。林寒关闭直播间，三人一起来到操场中间，魂魄不断的涌现，很快聚拢成一个漂浮的人形。红裙女子手中立马甩出一条绳索，便将这个魂魄拍散。怎么样，本小姐厉不厉害？厉害，你看他后面。只见成百上千的魂魄漂浮了起来。小道长，别怕，都是低级的小可爱，看本姑娘怎么收拾他们。魂魄瞬间凝聚成几个小可爱。我擦，这么多！师兄你不要装逼了，赶紧过来帮忙。让你平时勤加练功你不听，连几个乙级小可爱都对付不了。师兄他们鬼太多了，我绳索不够用啊。看来本座终究不得不亲自出手，这货未免也太装了。卧槽，刚刚是不是眼花了？看到有东西飘过去了。我不仅看到有东西飘过去，而且还是一个穿着古代的，真的有鬼，这太他妈妈恐怖了吧？不知道道长能不能顶得住？你开什么玩笑？道长是何许人也？不要说这些小鬼，怕是阎王爷见了他都得打招呼。背对着众古代人的陆小佳，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升，仿佛犹如熊熊烈焰一般，离他最近的古代人瞬间变成灰飞。烈阳神功。直播间内大家注意到校园内传出的火光，里面不会是起火了吧？不是来抓古代人的吗？怎么还点起火来了？刚才那一男一女是什么身份？我好像听他们说什么神调局。我倒是曾经听说过，据说是比国安局还要高一等级的存在，十分的神秘。我看比起道长来，还是要差一些。林小佳再次被捕身，唱起歌来。无敌真寂寞，无敌真寂寞。这人抓古代人可能不是职业的，但可真是一个职业装逼犯。师兄你真厉害，小道士你不用害怕，有我们两个在，你肯定没事的。那贫道就多谢了。可是贫道感觉，真正让学生陷入昏迷的古代人，似乎并非是这些。你们这种庸人，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。就在林寒刚想接话的时候，突然间地面一阵颤。我怎么感觉像是地震了？在电视剧里面的，一般大 boss 登场的时候，地面上都会颤抖。这该不会是古代人造成的动静吧？这玩意要是动静这么大，那实力有多强？师妹莫慌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只见操场中间，浓烈的阴气夹杂着邪气，最终汇聚在一起。师兄，我觉得问题有点大。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打扰本座的清修，还灭了我这么多的手下，那就一起留下来吧。看这个古代人身上的气息，不过就是千年修为罢了。师兄，你能对付得了他？陆小佳摇摇头。师妹，你先跑，师兄来给你断后。穆琪琪拔腿就准备开溜，看到林寒淡定站着。小道士，你是不是吓傻了？还愣在这里干嘛？赶紧跑呀！不用跑，贫道觉得可以以理服人，没必要打打杀杀。本来以为我师兄就已经脑子有大病了，没想到你这个看起来正常的小道士，病得更重。陆小佳和古代人交手不到3招，身上的熊熊火焰就已经被打散了一半。看到陆小佳坚持不住了，穆琪琪握紧拳头。小道长，赶紧跑，能不能活命看你造化了。捆仙绳朝着古代人的方向甩了出去，不自量力，身形一动，挥出一掌。师妹，你要是再不跑，咱俩真的就得都挂在这里了。不怕，师傅给我的保命宝贝我还没用呢。什么？老头子还给你保命的法宝？为什么我啥都没有？这个死老头子真偏心。古代人朝着两人飞过来，穆琪琪刚想掏出的宝贝，林寒一个闪身来到他们两个身前。小道士，你干嘛？赶紧回来！林寒施展金光神咒，直接将古代人撞飞。臭道士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贫道此番前来，只是想帮你入轮回，重头做人，免受这世间之苦。好大的口气，想要送我入轮回，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小道士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贫道似乎从来没说过自己很弱，这一对师兄妹，至少在刚刚那么危急的情况之下，两人还能挡在前面，提醒我逃命，这一点，这就算是难得可贵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金光居然比我的烈阳神功还要装逼，还要炫酷。古代人感觉到林寒身上浮现的金光，对他有很强的压制作用。你们走吧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不要来打扰我清修。说得好，我们要以和为贵。走走走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小道士，抓古代人什么的以后再说，先把命保住最重要。贫道好不容易来一趟，
你这就想要把我打发了？小道士，你别冲动，这古代人很强的。臭道士，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？你敢骂我臭道士，想坏我当心，看来是逼着贫道使出杀手锏啊！林寒不断的甩出自己画符纸和一把桃木剑，朝着古代人劈砍而去。臭道士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贫道只不过是想帮你入轮回罢了，让你免受这世间之苦。还有你敢骂我臭道士，想坏我当心，看来是逼着贫道使出杀手锏啊！林寒拿出系统给的雷击符，甩出在半空之中，瞬间燃烧殆尽。呵，就这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刀虫小技。古代人刚说完，天空瞬间要说大。要知道雷霆之力本来就克制鬼物，还小看我。什么情况？我刚刚看到一道闪电劈下，然后就听到一道痛苦的嚎叫声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道长召唤雷电，把古代人给劈死了。卧槽，道长那么牛逼的吗？道长可是修仙的，召唤雷电有什么好稀奇的？林寒甩出第2张雷击符。卧槽，还有，这他妈是什么手段？这也太酷了，风头全都被抢了。师兄，这道士也太强了吧！只见古代人此刻匍匐在坑中，身上的气息十分的虚弱。在如此恐怖的雷霆攻势之下，这个古代人竟然还未灰飞烟灭，千年修为确实不是闹着玩的。臭道士，你这是什么手段？贫道本来也不打算多管闲事，只可惜你为祸一方，留你不得。说完之后，林寒伸出手掌，渡魂经。这个道长是无数网友心中的神仙，被称为当代科学修仙第一人。但是无良的二道贩子来到他道观，他却要以茶水相待，只因他们手上有个包裹会时不时发出动物的叫声。更有修为千年的古代人，却被他一手量子科学修仙制服。随后他抬手，就有人要送他100万豪车和一套大别墅，只因为贫道念你并未伤人性命，此刻送你入轮回，重新投胎做人。在渡魂经的威力，古代人身体逐渐消失。这时候，一道淡金色的光芒突然涌入林寒体内。这是功德，传说功德之力可以帮助修炼，更能提高气运。道长，你这是什么功法？也太强了吧！你难道是天级高手？天级高手？这是个什么玩意？贫道只是修习了一些简单的道门术法而已。你管召唤雷电叫做简单术法？这位道友，你刚才所用的可是道门的五雷正法。刚才应该是天气原因，那2道闪电和贫道并无关系啊。道长，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？果然还是道门的东西比较炫酷，我觉得这玩意儿一点逼格都没有。没什么事，那贫道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道友，不知可否有兴趣加入我们神条局？对，而且我们神条局待遇也非常好，你看我1个月都能够月薪10万，还包5险1金，还送京都2环1套大别墅。贫道平时自由散漫惯了，不喜欢加入什么组织。对了，那些昏迷的学生，你们可有办法救治？道友放心，这件事情本座自会处理。今日和2位有缘，送你们1瓶金疮药，剩下1瓶麻烦转交给你们的领导，顺便告诉他，贫道有这个药的药方。小道长，这药有什么特别吗？治疗外伤特别好。穆琪琪立马将金疮药倒在伤口，伤口瞬间恢复。这个效果堪称逆天。陆小佳立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道长放心，我一定把这药还有话带给我的领导。3人来到校门口，里面的妖魔鬼怪已经被本座清理干净，你们大可以放心了。太好了，感谢这位大侠。师兄，明明都是道长的功劳，你怎么能厚着脸皮这样讲？贫道其实也没出什么力，要不是你那2道从天而降的惊雷，我们恐怕都不一定能走得出来。此话一出，校长3人看向林寒的眼神更加不一般。原来是道长召唤来的，可是凡人怎么可能召唤雷电？莫非道长真是仙人不成？道长真乃在是仙人？贫道早就说过了，这件事情和贫道并无关系。刚才那2道落雷，不过只是天气原因罢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刚才那2道雷肯定是道场召唤过来的。连雷电都能召唤，那道场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什么天下无敌？我看就算是天上来的，那也不一定是道长的对手。要是能拜道长为师就好了。我也想修仙。各位哪有那么多修仙者，只是碰巧遇到雷电而已。所以大家要相信科学。第2天，林寒回到道馆，直播都在讨论李峰。道长，你知道李峰被判了2年的有期徒刑？虽然是2年有期徒刑，不过只要在里面好好表现的话，1年出来也不是不可能呀。贫道早就说过，好人会有好报，大家平时还是要多做善事。林寒突然看向外面，似乎是有客人来了，随后用意念操控直播间来到外面。前面有个道观，老大，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，看能不能找点吃的。在这山里面待了快1个月，TMD 吃干粮都快吃吐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4人朝着林寒的道观走去。卧槽，这些家伙是什么人？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啊！他们身上都带着猎枪，该不会是山里的偷猎者吧？那他们来这里岂不是自投罗网了？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喜事一件接一件遇到道长，他们栽了。来者即是客，就让贫道好好招待他们一下吧。道长这一笑，我就知道接下来有好戏看了。道长小心一点啊！如果真的是偷猎者，他们手段很残忍的。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道观前。我好老大，我听说住在深山里的道士都很邪门，厉害的紧要，不然我们别过去了。在这荒郊野岭的，又没有条子，连手机都没信号，一个臭道士有什么好怕的？
这些人的长相都把坏人写在脸上了，我还是有点担忧道长的安危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杞人忧天，与其担心道长的安全，还不如想想今天中午该吃啥。道长等会轻一点哈，别把他们打死了，打到半死就行。各位居士，这山里面的路途崎岖，想必早已身心俱疲，不如在贫道的道观里面喝杯热茶。道士，你住在这个荒郊野岭的，难道半点不害怕？贫道平时行善积德，自有道祖保佑。呵，牛鼻子老道，什么道祖佛祖的，都不如我手里面这玩意儿管用。一伙人跟着林寒走进道观当中，发现有个人背的麻袋，还会动弹，时不时发出小动物的声音。臭道士，你这道观也太破了吧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哪来那么多讲究？随便找个地方坐不就行了？道长，麻烦你帮我们弄一些茶水解渴了，如果有吃的话也拿一点。直播间的粉丝看到这一幕，肺都气炸了。还想吃饭？等会道长就送你们进去吃了牢饭。哈哈哈，听说监狱里面的3菜1汤伙食还不错呢。这样的吗？搞得我也想进去白吃白住一段时间了。还想白吃白住？做梦吧你！在监狱里面是要踩缝纫机的，不然就等着挨收拾吧。叮咚，是否开启直播隐身功能，便于更好的直播传导？开启隐身功能，消耗20万传导积分，激活直播间隐身功能。这玩意儿要花掉20万传导积分，你这简直就是在明抢啊！大家不用担心，已经派出行动小队，这时候正在赶往的途中。我觉得你们还是别来了，省着一会道长还得保护你们。就不要给道长添乱了，我相信道长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收拾了。要不然大家当做啥都没看到，直接让道长把他们埋在山里当肥料吧，刚好能废物利用一下。刚才我看直播了，如果没认错的话，这个偷猎团伙的老大应该是刘大刀，他是个 A 级通缉犯。根据资料说，曾经是一名外国部队的特种兵，在可可西里猎杀过上百头藏羚羊，并且在一次追捕当中还杀死了2个执法人员。那道长岂不是有危险？这些可全是杀人不眨眼的主。道长虽然神通广大，但手里面没有火器，万一一个不小心，那可就糟糕了。也不用太担心，这个刘大刀虽然凶恶，但未必就是道长的对手。此时道馆当中，林寒给他们每人准备一壶茶，茶水在眼前。既然是道长请客，那就麻烦道长先喝一杯。既然如此，那贫道先干了。看到林寒喝了茶，刘大刀几人立马痛快地喝了起来。这情况不太对呀，怎么感觉道长对他们这么客气？就是，直接把他们收拾了。大家莫慌，不要着急，都说先礼后兵，道长现在对他们有多客气，后面就有多残忍。这时一个人上完厕所跑回来，老大，你猜我看到啥了？3人如临大敌，迅速站起身。你看到什么了？难道是条子来了？不是，我看到对面竹林里有一只大熊猫，非常大非常大。我他喵的，我特么还以为条子来了。几人来到道观旁边的竹林，乖，这么大。老大，这玩意儿这么大，那得值多少钱呀？这么大只的熊猫根本就没办法弄出去，这玩意儿太大了，而且太招摇，也不好找买家。也对，反正我们这一次的收获也够我们吃大半辈子了。看来袋子的动物恐怕不简单，绝对是非常珍贵的野生动物。那倒是，恐怕是猜到我们的身份，要不要？这还用问吗？老规矩。好嘞。瘦猴正准备回去把林寒咔嚓了，后面突然传来地面震动的声音。老大救我！一人已经被熊放倒在地上，熊朝他们轰叫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头熊他喵疯了吧？我们一起拿枪把他解决掉，不然我们都要被弄死在这。卧槽，这些人不讲武德，居然掏家伙了。这下可不妙，憨憨虽然厉害，但肯定挡不住子弹呀。道长，你快点出手啊！你再不出手，憨憨就要被打成马蜂窝了。便挡在他们面前，有话可以好好说，没必要动刀动枪的。臭道士，把你的脚从我兄弟脸上挪开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贫道刚刚没注意。什么没注意？我看道长肯定是故意的。道长真坏，不过我好喜欢，先给这个偷猎团伙点上一手凉凉。老大，这个道士好像是凭空出现的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怕什么？只是他用的障眼法而已。道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只熊猫是贫道养的，可能是碰到生人，一时间过于热情了，这才想要跟你们来一个亲密接触。神他妈亲密接触，这玩意儿来一个亲密接触，骨头都得断掉好几根。这位道长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把那受伤的兄弟交给我，我们这就离开。老大，就这样放过他，我就不信这道士能挡得住我的枪。闭嘴！他一个人面对我们2条香蕉，还如此淡定，肯定不简单。好说好说，贫道一向好说话，只要你们把刚刚的茶水钱结一下，就可以离开了。刘大刀掏出一块黄金丢了过去。我没有带现金，这块黄金就当是付给道长的茶水钱了。现在可以把人给我们带走了吧？刚才贫道给你们煮的茶水，用的茶叶乃是千年大红袍，我们道观的传家之宝。之前有个大老板开价1000万，我都没买，现在都泡给你们喝了，我也不会为难你们，给个1000万就了事了。哪个大老板那么傻叉，花1000万买你那破茶叶？千年大袍，连瞎话都这么不走心。我就说刚刚道长对他们越客气，后面就越惨。可惜我刚才不在，不然非给他们家一泡童子尿不可。我这一泡童子尿价值100万。道长如此说，看来是没得商量了。动手！只见林寒轻描淡写的伸出右手，竟然凭空抓住了子弹。随后只见他松开手掌，只见掌心之中一颗子弹出现其中。贫道早就说过了，不要动刀动枪，对你们没好处。空手接子弹，这还是人吗？看到没有，空手接子弹，这就是我们道长的实力。
按理来说这不科学，不过这是在道场直播间，去他喵的科学！什么科学啊？总有一些人啊，打着科学的幌子在修仙。道长，刚才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不就是1000万吗？我现在就去给你取钱。还要去取钱，那就是没钱喽。你这是在消遣贫道啊！林寒手掌一挥，刚才的子弹飞出，直接击穿刘大刀的大腿。林寒一个闪身，随后几个躺在地上。道长，你我往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为何加害于我们？你残害了多少珍稀的野生动物？可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报应？我不过就是杀几只动物而已，你敢说道长你从来不杀生？藏羚羊老虎是生命，难道鸡鸭鹅猪羊狗就不是生命了？你敢说你没杀过人？刚才还准备要把贫道灭口，韩寒上下手轻点，给他们留口气。林寒解决完刘大刀，将刚刚的袋子解开后，发现里面有2个小老虎、骨头和一些树苗。华南虎头猿2端，4肢粗大有力，尾巴较长。阴山是300万年前第4纪冰川后残留下来的植物，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，非常的稀少。2只小老虎看到骨头，竟然流下了眼泪。2个小家伙好可怜，这么小就失去了妈妈，肯定是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否则不会掉眼泪。道长，我看不如就把这2只小家伙一起养了吧，长大了肯定是万兽之王。这也不是贫道想养就能养的呀，还是看看有关部门怎么说吧。林寒转头看向刘大刀，你们还真挺有本事的，华南虎都宣告灭绝了，还能被你们找到，还有这些银杉树也是非常少见的。我们在这山里面蹲了2个月，本来打算干完这一票赚够钱，老子就金盆洗手，万万没想到居然栽在你的手里。这可怪不得贫道啊，是你们先动的手，贫道只是正当防卫。道长，我看你不如放了我们，我瑞土银行还有几千万丑金的存款，我钱都给你，只求一条生路。好家伙，果然最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。瑞土银行的账户密码念一遍，我记一下。大刀随后将秘密告诉林寒。我现在就蹲在瑞土银行门口，万万没想到道长竟然把直播间的声音关了。账号密码已经给你了，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我没问题，但是他放不放你们走，贫道就不知道了。刘大刀转头看到这只犹如小山一般的熊猫。臭道士，你不讲信用。你知道上一个骂我臭道士的在哪吗？况且贫道一向都是一诺千金的。韩寒，我刚才有答应要放过他吗？韩寒连忙疯狂摇头。马德被傻了，臭道士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巧，贫道最擅长的就是抓鬼。随后执法队将他们一行人抓走。由于2只老虎不愿意离开，留着在道观。2位还打算藏到什么时候？为何不现身一见？嘿，小伙子不错，竟然能发现老夫。这个老头身上的气息不简单，还是先以礼相待。不知道2位来贫道的道观所谓何事？小伙子，你这个金疮药效果还真是不错，听说你有药方。2位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这位是神调局的贺老，是我拜托他带我来找你的。我叫做夏东来，是华夏国药的董事长。听说小兄弟有这种神药的药方，不知道药材用的可复杂？这个药材都极其常见，制作方法简单，完全可以实现批量化生产。就是不知道你们拿到药方之后要怎么做？我们会列为国家1级保密药方，降低药效之后以亲民的价格在市场上售卖，而原版本的话将会提供给部队以及其他特殊部门。道长，这个药方可否交给我们华夏国药？先给你2000万，以后利润3期分成。贫道可不是为了钱，这张就是药方，你们拿去用吧。接过药方后，2人一起观看。创造这个药方的人真乃大才，虽然都是极其常见的药物，通过严格的比例制作之后，竟有如此神奇的效果。既然2位已经得到想要的东西，那便离开吧，贫道就不留你们吃饭了。小家伙，我再多嘴一句，你是不是觉醒了雷电异能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雷电异能？好家伙，莫非这世上真有超能力者？那有没有奥特曼？我半夜起床的时候摸被子会发光，莫非我也是异能者？那玩意儿是静电，你个憨憨！这时林寒关闭直播间声音。道长，你不讲武德，关键时刻你又关声音，等着瞧吧。等下道长出来又要说让我们相信科学了。啊，道长这个套路早已经被我们摸得一清二楚。贫道只不过是从小在山里面跟随师傅，简简单单的学了一些东西而已。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，确实和贫道无关。那2道闪电应该只是天气原因罢了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你相信科学，不过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修为，想必你师傅也是一个世外高人，不知尊师的道号。我师傅他道号不提也罢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不知道小道长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神调局？在这里你能够得到的修炼资源，绝非其他地方可比。不用了，贫道自由自在惯了，实在不想受到什么约束。不过贫道有一个疑惑，天级是什么意思？异能者是按照天地甲乙的境界划分。那天级之上是什么？这个很难解释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这老头不实在，还跟我卖关子。 2人走后，林寒打开系统抽奖，消耗100万传到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消耗100万传到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寻宝术，恭喜宿主获得玄门武术祥子篇，以自动修炼至登堂境界。若想精进，还请起加修炼。看完系统奖励后，林寒看到2只老虎在打架。贫道觉得有必要给他们取个名字，不如就叫做常威和来福，一个愿挨一个愿打。不愧是道士哥哥，真有文化呀，太喜欢了。楼上的，你不能因为道长长得帅，你就搁这硬吹呀。蓝星客直播间内正在卖着道长同款道袍，只见直播当中的女主播有些无奈地说道：“没了，大家一定要理智消费，这件道袍现在真的卖不了，真的没货了。道长同款鞋子什么时候上架？我要买10双。你说鞋子现在预售都还没开始呢。兄弟们，这就是道长代言的品牌，大家尽管狠狠买。蓝星客我看行，他们家鞋子200块钱，我穿3年的还没坏，品质绝对有保障。
我是要来买道长同款道袍的，赶紧上链接。我也是，我眼馋道长那件道袍很久了。不会吧，不会真有人以为穿上道袍就跟道长一样帅了吧？你管我帅不帅，老子买来珍藏。鞋子跟道袍一上预售，瞬间被抢光，当天晚上销售量就上千万。卧槽，你们这些人动作也太快了吧！这才多久就全被抢光了？赶紧把你们的羽绒服挂出来，我先买一件穿。离谱！现在大夏天的，你要买羽绒服？这时林寒直播间内，沈雪发来消息：道长，基金会基本已经筹划的差不多了，这段时间第一所小学就可以动工，只不过基金会还需要人来管理，不知道道长您的想法？贫道不过这是初中学历，像管理基金会这种事情，我看不如就沈总你来负责这个基金会吧。你作为鲨鱼的内部人员，资金调度啥的也比较方便。道长，既然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先暂时管理这个基金会，等有合适的人选，再让别人来管理吧。那贫道就在这歇过了。这时候直播间的镜头锁定在憨憨身上，只见憨憨在一旁守着一堆柴。果然呀，2只小老虎来了，憨憨就失宠了。震惊！某华夏国宝竟然沦为保姆，这可是咱们华夏的国宝大熊猫，道长竟然叫他去砍柴，最关键的是他居然听话了。你们没看到憨憨最近胖了很多吗？这就是缺乏运动的结果。贫道这是在帮助他减肥啊！憨憨面对着镜头，然后伸熊掌朝着镜头竖起中指。你们看到了没？他在朝我们竖中指，这只熊猫真的成精了。这也太嚣张了吧！就算是国宝大熊猫，我也要揍他一顿。你们想象力可真丰富，憨憨不过随便比划了一下，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。你们就是太浮躁。接下给你们念一下清心咒。此时一个美女直播间，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最喜欢看这些了，现在觉得特没劲。算了，我还是去道长直播间吧。晴天宝宝，我也要走了。自从看了道长的直播之后，在下已经看破红尘，没有了世俗的欲望。今天还特地穿了性感的妆，结果你们这些人居然说我没劲，跑去看一个道士念经。第二天，贫道在道观当中从小跟随师傅学了一些相术，现在闲来无事，可以给大家看一看。道长快看看我，小时候有个老先生说我长大以后必定黄袍加身，每顿大鱼大肉。楼上的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现在肯定是黄袍加身在送外卖。直播间人实在太多了，贫道只能随机挑选了。林寒随机连上一个。道长你好，我就试一试，没想到真的连上了。这位居士你好，不妨报一下名字还有出生日期。女生随后告诉林寒信息。如果贫道没猜错的话，姑娘你应该从小是跟着外婆长大的。你3岁的时候有一个升喜节，是你母亲替你挡了。随后又告诉女生一些其他事情，又要 MS 看了几个人，直到连上一个在国内某个核电站的副站长。贫道看到你有血光之灾，应当和你的工作有关。不会吧？难道是核电站要爆炸了？贫道可没有说你们的核电站会出问题。你最近是不是有离开国内的准备？道长你怎么知道？下周我要去出差，考察岛国的福岛核电站。莫非道长你说的是？贫道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你自己说的哈。贫道言尽于此，居士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道长你既然这样说了，那我肯定打喜都不去，我还让上面取消这次活动。这时小日子看到林寒直播的信息，巴嘎雅路，这个华夏人大胆地坏，居然说我们岛国的核电站要爆炸，简直可笑！满嘴跑火车的江湖骗子，我倒要看看我们国家的核电站什么时候爆炸。可我听说这个华夏人很有本事，是华夏的仙人。什么仙人？我看他就是江湖骗子。要是日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事故，我将剖腹自尽。林寒来到门口，看到旁边草丛有个动物的身影，林寒来到他身边。这种动物，你们在动物园恐怕还真没见过。我的天，好可爱呀！这是什么猫咪？也太好看了吧！还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动物。这种动物叫做兔狲，这其实一种小型的猫科动物。看它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太久没进食了，或者可能患有弓形虫病。道长，你快点给它准备点吃的，别把我们家小兔狲给饿坏了。林寒取出简化版的兽灵丹混合灵气水，喂给它喝。只见喝完水的兔狲脸上痛苦的表情瞬间消失，突然间变得生龙活虎。卧槽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只兔狲怎么突然间从病秧子变成壮汉了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有人真以为道长给他喝的是普通的水吧？卧槽，道长牛逼！我看以后谁敢说多喝热水没用，我一巴掌拍死他。只见兔狲的从旁边拖出一个刚洗的鸡。你这个兔狲，这是贫道养来下蛋的母鸡啊！将鸡放在地上，伸出爪子指了指林寒，又指了指地上的鸡。这是要送给贫道的，抓贫道的鸡送给贫道。你可真会做猫，贫道不吃这个，看你这个样子应该饿坏了，赶紧吃了吧，以后不准来偷贫道养的鸡，懂了没有？道长，你这是对兔狲弹琴，没有半点卵用的。他要是能听懂，我把手机给砸了。直播间内的粉丝还以为林寒是故意在搞笑，为了直播效果。然而下一秒，兔狲竟然点头了。我发现道长遇到的动物都特么不太对劲，能听得懂人话。道长要是能够去动物园工作，那就好了。道长驯兽师的身份又一次不经意的暴露了。林寒回到道馆门口，却发现小动物在后面跟着。你跟着我是打算留在我这里？兔狲立马点了点头。留在贫道这里倒也不是不行，不过贫道这里只提供住宿，不提供伙食，你可不能打我那几只鸡的主意。不过贫道的道观里应该藏了不少老鼠，你可以抓来吃。兔狲立马点了点头。老虎和熊猫都有名字，道长，快给我们的小兔狲起个名字吧。既然如此，便叫他孙10秒吧。小兔狲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这时传来系统的声音：叮咚，恭喜宿主累积300万川岛积分。系统来个2次白金抽奖，再来10次黄金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功法千人千面，千人千面已修炼至入门境界，若想继续精进，恭喜宿主获得镇魔尺，黄金抽奖已放入系统空间，请自行查看。
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道观的家传剑，名叫镇魔剑，且让贫道来试试它的威力。此刻蓄力一击，在这个没有灵气的世界，别人获得仙法都是各种装，眼前这个男人获得仙法，却要把门关起来练习给自己看。直到有次直播练习剑法，意外释放剑，直接将石头劈成2半。要知道前几天他还要人们相信科学，这科学嘛，这是人类能够拥有的能力。道长，你不要再装了，你就是在修仙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什么原理啊？哈哈，大家还是太单纯了呀，居然信以为真。其实那颗石头本来就是分开的，为的就是现在这样的直播效果。果然大家都被骗了，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。此时一个老母的坟子中，这个男人正是昨天连麦林涵看向的粉丝之一，刚连上就被林涵看穿他的身份，随后就立马挂断连麦，现在又边录视频边折磨2个华国人。你道长能看穿我身份又怎样？你们的同胞都还在我手上，你们能拿我怎么办？视频结尾他竖起中指，这一条视频很快便在网上疯传。你来这边做你的生意，我干我们的活，井水不犯河水多好，你他妈非要多管闲事，想来我手上救人，你得到什么好处了？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你跟我说报应，老子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？你倒是做了很多好事，可怎么还是落我手里了？你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他出于善心帮助那些被拐到老面的华夏同胞，他无怨无悔，可他也终究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也不想死呀。李赛高这伙人是真的敢杀人，放过你倒也不是不行，只要把你救出来的那些人的藏身地点告诉我，我就放了你。我不能把他们藏身的地点告诉你，以你们的手段，他们落到你们手里就没命了。你现在自身都难保，还管得了那些人？你这次坏了我们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会那么容易就让你死的。要知道你可浑身是宝呀，每一个器官都很值钱。你别吓唬我，我嘎了能上天堂，你们这些人只能下18层地狱。第二天林涵刚打开直播间，道长你终于出来了，能不能把那个李赛高给宰了？我实在看着就来气。听说北部非常乱，孙悟空去了都得被打掉2个门牙，咱们家道长不知道能不能够顶得住。开玩笑，我们道长可是人形核弹，直接把李赛高炸成灰。各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随后众人告诉林涵真相。你们先不用担心，贫道早就说过这个李赛高印堂发黑，有血光之灾，不出3天，他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报应。看来道长要亲自出手了，太好了，这李赛高就算命再硬，这一次也在劫难逃了。好了各位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吧，贫道这2天有点事情，就请2天假。林涵关掉直播，打电话给叶丽。对，道长，没想到道长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呀。你们警署这边对李赛高应该有调查吧？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查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他肯定是亨特集团的人，从事薄荷诈甚至是器官买卖等黑色产业，可以说是罪恶滔天了。能不能把你们收集到的资料发给我？我有点用处。按理来说这样是不符合规定的，不过既然是道长你要的，那肯定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发给你。道长，你是不是要去缅甸把他给灭了，为民除害呀？贫道哪有那个本事，不过就是随便问问罢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贫道先挂了。林涵看着发过来的信息，足足有20几页。坏事做了这么多，贫道说你有血光之灾，你偏偏就不信，还非得让贫道走一趟。这时外面传来阴风，林涵眼前出现一个阴影。不是说建国之后不许成精了，怎么还有动物飞来飞去？看来是遇到黄鼠狼讨风了。黄鼠狼当修行到一定瓶颈的时候，便会向人讨风。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？如果你说他像人，只刻黄鼠狼便可化为人形，口吐人言，看起来和常人无异。如果你说他像仙，不仅可化为人形，修为还能更进一步，而回答者同样也会受到因果的反噬。如果是普通人，恐怕不会落得一个好下场。我看你像个蛋儿，像仙，得到以后记得多行善事。这时候他很快便幻化为一个人类的身影。多谢道长成全，倒不是忘恩负义之徒，你倒是聪明，知道要找贫道来讨风。若是找了寻常百姓，就算是讨风成功，对方也必遭因果反噬，你倒是没有害人之心。道长功德深厚，自然不会怕这一点因果。道长大恩大德，黄皮无以为报，以后但凡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在下必定尽力而为。贫道也不要求你做什么，平时的时候多行善事，就是仗着本事胡作非为的话，贫道定要你灰飞烟灭。万万不敢，道长有事尽管吩咐，必定不敢怠慢。刚好贫道有些事情要做，你就跟我走一趟吧。都听道长的。你有没有名字？道长叫我黄皮就好。你倒也算是机缘深厚，都说建国以后不许成精，你还能修炼到这种地步，化为人形，属实不简单。就连黄鼠狼都能够化为人形，若是以后憨憨，该不会也行吧？道长，建国到现在才多少年呀？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是没有什么妖怪能够修炼成功的。好了，跟贫道走一趟，处理些事情。林涵施展神行符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卧槽，道长果然是位仙人，赶路速度竟如此恐。随后两人来到老缅一家薄薄厂，林涵摇身一变。道长，你还会这种法术？难道你不能变化样貌？我们化为人形，样貌也并非我们能主宰，变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，无法随意更改的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道长带你去赢点小钱。不到半小时，林涵就赚了1亿5千万。薄薄厂人懒着不给钱。看你们这个症状是不想赔钱了，在我的场地面出老千，还想要钱？给你钱，你也得有命拿才行。今天不留下一双手在这里，你走不出去。赶紧把我赢的钱给我，我来捞面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没时间跟你们浪费时间。道长，有没有把握带我全身而退呀？小场面，问题不大。对了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3分钟，一群人被放倒。刚才我赢的钱，你打不打算给？给，现在就给。林涵收到钱后，刚想往外走，一连串的子弹从的枪连中射出。道长救命！林涵立马施展金光神咒，将子弹挡在面前，子弹立马反弹回去。3人来到外面。黄小姐，我这边有事情要跟你聊一下。此人是刚刚给林涵下注的人。我就说以我的容貌和身材，怎么可能会有男人不动心？胡先生，我们是去旅馆还是到我家？其实不带也可以的，人家可以吃药。黄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胡汉三可不是那种人，黄龙星是你哥哥对不对？提到这个名字，他脸上立马出现警惕之色。
你们找我哥有什么事？你们和我哥哥有仇？昨晚叶离发给他的资料当中，当地最有势力的军阀有2个派系，一个是以察猜将军为首，另一个便是以黄龙星为首。黄龙星手下的生意要正当多。我并非来找你哥哥的麻烦，反而是想送他一件天大的美事。随后一行人来到一处房子，不知道这位胡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一次是想和黄先生合作。怎么个合作法？你和察猜虽然同属于佤邦军，但彼此之间并不融洽，都想要除掉对方，彻底掌控佤邦这个地界。如果察猜死了，你有没有把握接手他的地盘和势力？察猜在佤邦的实力比我都要强上许多，难不成你想说你要除掉他？我听玲玲说了，你们2个确实很有本事，只不过察猜身边也有高手保护，你们未必是对手。察猜身边的高手比我要厉害得多，已经达到准的阶，而且这个人的功法极为诡异，手底下还有3具傀儡，那3具傀儡的实力不比一般的玄阶高手差。别再说那么多废话，我就想知道，如果我把察猜以及他身边的高手除掉，你能不能吃下他的地盘还有势力？当然可以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条件？等你掌控了整个佤邦军以后，我要你把那些被骗过来的华夏人全都放回去。这个当然可以，没问题的，并且在你的势力范围下，不准从事电骗还有毒品生意。你要配合华夏方面的执法人员，把这些诈骗分子连根拔起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是华夏政府派来的高手，难怪如此厉害。我不是。我明白，你们都需要保密的。你明白个锤子！这家伙可真会脑补，把你这边掌握的察猜将军的资料都给我，还有那个李赛高，把他们的资料都给我。这2天我把他料理了。胡先生，李赛高又是何许人也？他应该是亨特集团的文工团团长。那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，无关紧要，我这就派人把他给料理了，给他点教训，然后派人把他扭送到华夏的执法机构。察猜将军这2天你们就会接到他的噩耗，到时候佤邦大乱，就要看黄先生能不能够镇得住场子了。一定没问题，只要察猜将军死了，我瞬间就能掌控整个佤邦。林寒收到信息后就来到察猜山庄门口，有7、8个带枪的警卫，山庄里面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。道长，是不是直接冲进去把人给干掉？你先冲，我随后就到。道长，你可不能卖我呀！那我先冲了，这么多枪你要帮我，不然我可顶不住。你是不是傻？会不会动脑子？做事前先动动脑子。你在外面等我一下，我先去探探虚实。林寒掏出一张隐身符，就朝着空中一甩，瞬间燃烧起来。卧槽，道长你人呢？好好待着，贫道去就回。太牛逼了，道长要是搞刺杀，怕是大罗金仙也顶不住啊。林寒来到房子，看到里面有只见2个女孩手脚都被绑着，嘴上贴着封条。林寒发现旁边有2个大的保险箱，直接揣进系统空间内，没有看到察猜。林寒就直接出来。道长怎么样了？那个察猜将军死了没有？他不在里面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。等下动手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就行，等下你就负责保护好里面那2个女孩。林寒将刚刚2个女孩子的事情跟他说了。真是畜生，我虽然不是人，但这个察猜是真 TM 狗。此刻黄龙星拿香蕉指着李赛高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可是察猜将军的人，你们想怎么样？老子找的就是你，把他拖下去，割掉一个腰子，记住不要打麻药。不要，我没有得罪你们，为什么要害我？老大，地下室有2个华夏人受伤比较严重，仓库后还有10几个华夏人，先给那些受伤的人处理一下，另外这些人控制起来，等候胡先生发落。胡先生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呀！山庄门外，道长，他今天是不是不会回来了？要不然咱俩先去吃顿饭吧。自从黄皮化为人形之后，饮食习惯也变得跟人类一样，当然他依旧不食五谷，主要以肉类为主。不急，这不就来了？只见一辆豪华车驶入山庄，林寒2张隐身符抛在空中，瞬间燃烧起来，2人进入隐身状态。一会你就保护好那2个女孩就够了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。来到别墅内，林寒看着察猜将军身旁的人，身上的气息充满了诡异邪气。看来此人应当就是黄龙星所说的察猜将军身边的高人。将军，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。李先生多虑了，这山庄的警卫都是我的心腹，如此程度的安保力量，绝对万无一失。他刚说完，林寒一个使劲来到他面前，将他提起。哎呦呦，想不到你们警觉性还挺高。你是什么人？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我是谁？你可以到阴曹地府问问阎王爷。说完，他手用力一拧，一道咔嚓的声音，察猜将军一时间没了动作，死的不能再死，将察猜将军的尸体随手丢在地上。你是什么人？只见他手中突然拿出一个铃铛，开始摇晃起来。3个傀儡瞬间出现在他面前。我这3具傀儡生前都是玄阶高手，死后用独门的秘法炼制而成，防御和力量早已远超一般的玄阶高手，都不需要我出手，他们就能把你耗死。林寒取出镇魔剑，一剑挥出，3个傀儡瞬间化为灰飞。阴冷男子连吐3口血。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这是一位的阶高手？阁下且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。我和察猜将军不过只是利益合作关系，现在他已经死了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只会越想越气，不会海阔天空。万一晚上我因为这件事情睡不着，只会觉得你坏我当心，到时候我懒得再跑一趟，下辈子还是做个好人吧。一道剑气飞出，男子瞬间化为飞灰。话说道长，你该不会是活了几百年的老神仙吧？何出此言？修炼是需要时间的嘛，道长你这么年轻，这个修为有点不科学。贫道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别把我说老了。还有你都修炼变成人，还需要科学吗？好了，不多说，将他们带着一起离开。带着2个女孩子顺利离开山庄，林寒将他们2个解开。帅哥，难道你是神仙吗？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，要相信科学。我是祖国派来营救你们的，刚才用的是高科技的手段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，他们会安排把你们送回国内。对了，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？我们2个是来旅游的，我们2个在街上购物，突然有个华夏人过来跟我们搭话，把我们骗到角落里面，突然几个壮汉出来把我们塞上面包车了。林寒将2人交给黄龙星后，来到别墅。
接下来佤邦会比较混乱，可就要看黄先生的手段了。黄先生要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他的山庄探查一番。现在山庄里面应该乱成一锅粥了。我自然是相信胡先生的，只要察才将军一死，其他人不足为虑，我明天就能掌控整个佤邦。接下来怎么做就是你的事情了，只要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就行。胡先生放心，在下自然不敢忘，就连察才将军都能够轻而易举的搞定。如果要对付我的话，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。要是敢反悔的话，恐怕下场不会比察才将军好到哪里去。刚才那2个女孩是过来这边旅游的，被亨特集团的人绑架，你安排人手把他们送回华夏去。没问题的，胡先生。还有这个李赛高，你要怎么处理？只见李赛高正面色苍白的躺在上面，被子上面还被血染红。你们怎么把他腰子给割了？胡先生不是说要给他一个教训吗？这家伙还参与器官买卖，我索性就让人把他腰子割了，以牙还牙嘛。李赛高确实是罪有应得，以他的罪行到时候宣判，肯定也是一颗花生米跑不了的。胡先生，后面那些华夏人您打算怎么处理？我看要不就把他们身上能用的东西都给拿来废物利用得了，把他们移送到华夏的执法机关吧。要是参与黑色产业的执法机关会处理，没有参与的会有人安排他们回家。都听胡先生的。除了亨特集团之外，佤邦从事诈骗的估计还不少，就劳烦黄先生细心点，不要有漏网之鱼。黄龙那是肯定，胡先生尽管放心，好不容易熬到察才死了，我可不想等下让胡先生不开心，把自己也给咔嚓了。这一次你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。这是瑞土银行的黑卡，里面有2个亿美元。希望你好好管理佤邦，特别是这边做正经生意的华夏人，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。说完，林寒使用真心符带着黄皮狗踩。第2天早上，林寒开启直播。道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开播了？我还以为你去缅甸收拾李赛高了。我怀疑道长昨天肯定是去了缅甸，说不定李赛高已经被嘎腰子了。楼上你想的真多，从云顶山脉到佤邦那个地方，就算坐高铁都得10多个小时，道长根本没这个时间。各位想多了，贫道昨天只不过是身体不舒服，休息了1天而已。啥？修仙的人也会身体不舒服？你们看新闻了没有？听说佤邦的李赛高被人嘎腰子了。还是道长牛逼呀，说他有血光之灾，现在果然有了。说实话，我怎么老是感觉佤邦发生的事情和道长肯定有关。与此同时，有个模糊视频在网络上流传，正是林寒在赌坊定住子弹的视频，还有胡汉三解救人质的采访。你们知道吗？解救2姐妹的人，一个叫胡汉三，其中还有一个叫黄皮。这个胡汉三是何许人也？牛逼啊！那他岂不是比道长还要厉害？一个人干掉了1个军阀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这2天过来道观借宿的小伙子，大家可以称呼他为黄皮。你们难道没发现，他就是视频里面胡汉三身边跟着的那个吗？你们难道没发现，他就是视频里面胡汉三身边跟着的那个吗？好像还真是。你们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其实道长就是胡汉三？道长可是修仙的，换张脸有什么好奇怪？黄皮，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去过缅甸呀？没有，我没去过缅甸佤邦，也不认识什么胡汉三。大家都听到了，这件事情确实和我们无关，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。此时某核电站，王北海拿着手机刷视频，这时跳出来一个新闻：岛国福岛地区于今晚7点发生7级地震，专家表示危害在可控范围内，无需过多担心。卧槽！难道道长的预测要成真了？有人是不是要剖腹自尽了？王北海立刻进入林寒直播间。道长，你算的可真准呀！福岛真的地震了，明天他们的核电站是不是该炸了？贫道可没有说他们的核电站会炸呀。不过现在既然发生了地震，核电站又在地震的位置上，还是希望岛国人民能够提高下警惕。毕竟核电站如果发生了安全事故，那么影响的不仅是岛国，而是整个世界。实锤了，听道长这个意思，这个核电站肯定要出问题。这要是真的出问题了，那我们岂不是见证历史了？这个倒是又在招摇撞骗，发生地震又咋了？我们核电站大大的安全，这个道长我了解过，很神奇的，感觉核电站那边还是要做好防范措施呀。大哥，你怎么帮助华夏人说话？你是日奸吧？到了晚上，小日子海边突发海啸，几十米的海啸打向城市，救命！海啸袭击后，小鬼子最引以为傲的核电站发生爆炸。此时林寒直播间有一说一，贫道可从来没有说过人家的核电站一定会炸，就算炸了，也和贫道没有半点关系。道长你太牛逼了，小鬼子的核电站真的炸了，道长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牛逼啊，道长，能不能给我算一下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林灵志在一起？难不成华夏古老的橡树也可以窥探未来？这未免也太不科学了吧！大家不要瞎猜了，更何况胡贫道从未说过岛国的核电站会爆炸，一切都是你们自己联想出来的而已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连麦哈。很快就连上一人。这位居士你好。道长，我就随便一试，没想到真的能够连上您。肯定是居士平时行善积德，关键时刻自然运气好。通过橡树观察刘强，像他这种面相的人，往往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心。道长，我叫做刘强，乃是川省人，现在在岛国东京谋生。如果贫道没猜错的话，刘先生的祖上应该是保家卫国的英雄。道长果然神通广大，道长说的不错，我爷爷就是打小鬼子的团长。道长这也太神了吧，这都能够看得出来。道长毕竟是修仙的，各位就不要大惊小怪了，咱们也是在道场直播间见过大世面的人。道长，我今天晚上想要做一件事情，但是一直下不了决心，你觉得我该不该做呢？只要你觉得正确的事情，那你就去做吧。像那种供奉着战争罪犯的地方，一把火烧掉，当然是无比正确的事情。道长，那我会不会出事呀？林寒闭上眼睛思考了一会。贫道算了一下，你明天的飞机只要按时回国，不会有事的。知道怎么做了，
谢谢道长。贫道很是佩服居士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回国可以找贫道喝茶。一定，我肯定带着上好的大红袍给道长你送过去。道长，他到底要去干嘛呀？道长还邀请他喝茶，这待遇未免也太好了吧？对呀，我都好奇这哥们是不是要去火烧靖国神策了。哈哈哈，笑死楼上的你想象力可真丰富。他要真敢这样做，我直接给他磕2个。他要做什么事情，暂时不能告诉你们，你们明天看新闻自然就知道。夜色降临，岛国东京，刘强提着2桶汽油出门，很快便来到靖国神策旁边，发现没有保安。看来天意如此。10几分钟之后，他慢悠悠地从现场离开。而就在此刻，靖国神策一片火光从天而起。第二天，华夏国内全国放起烟花庆祝。第二天，林寒在山里面采集药材。这时候，直播间内一片沸腾，都在讨论靖国神策被火烧的事情。道长，你听说了没？岛国的靖国神策被一把火给烧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哈哈哈，楼上的你好笨呀！道长昨天就知道了，昨天那位老哥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谁知道那位老哥住哪里？我高低要给他磕2个。大家不要多想啊，这件事情贫道真不知情。不过靖国神策被火烧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，正所谓善恶自有天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现在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他的报应罢了。林寒抬头看了一下太阳，刘强先生现在应该回国了，大家也不用担心。此话一出，相当于变相承认了。卧槽，道长都这样说了，看来8九不离10了。这哥们是真的牛逼，浑身是胆。不愧是英雄的后代，做了我一直想做又不敢的事。此时在林寒前方不远处，长5、6米的白蛇赫然挡住了的去路。卧槽，好长一条蛇，这里有10几米了吧？怎么浑身白色？难道是得了白化病？这玩意儿成精了吧？怎么会长这么大？有没有20厘米的老哥出来说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种类的蛇？我知道你此为何意，无非就是想要跟贫道讨封。他和黄皮一样，为的就是要讨封。而且林寒本身功德深厚，比起普通人来说，跟他讨封获得的好处要更多。不仅仅是黄鼠狼，大部分的动物精怪修炼到瓶颈的时候，都需要向人类讨封。道长，我在此山之中已修行近200年，一直以来行善积德，未曾作恶，请道长成全。这条白蛇想要的恐怕也并非仅仅只是修成人形，而是化蛟成龙。卧槽，原来这条白蛇真的修炼成精了，道长还是露馅了。我看这下怎么用科学忽悠我们。乖，这条白蛇会不会变成像白素贞那样的漂亮妹子？卧槽，我馋了。贫道可以给你封正，但若你以后敢做恶事，休怪贫道不客气。只见白蛇，我必定不敢胡作非为，道长尽管放心。得到白蛇的回复，林寒这才开口：入江成蛟，入海成龙，他日必得正果。一道金光传入白蛇体。感谢道长，道长请随我来。科普小亮大佬出来说下，这究竟是什么蛇啊？能够找到这个体型的只有蟒蛇，但是这条蛇身上没有任何蟒蛇的特征，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物种。小亮老师，你想多了，这条蛇分明就是修炼成精了，说不定化形之后就变成白素贞了。哪有什么成精？这条白蛇应该只是基因突变才会长这么大。至于说为何通体雪白，可能是因为白化病。道长，你现在编瞎话越来越不走心了。刚才我们明明听到你说什么给这条白蛇封正，还让他不要胡作非为。道长，你装不了吧？刚才我已经录屏了，证据在我手。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刚才我其实是在故弄玄虚，为的只是直播效果吗？白蛇带林寒来到一棵草前面，这一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草，只见其上面长着6片叶子。有心了，贫道在此谢过。若不是有你带路，这株人参的位置如此隐蔽，还真不好找。和道长助我修行的恩情比起来，这算不了什么。那贫道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我他妈是不是看错了？6片叶子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6叶参王？看来大家都发现了，6品叶野山参，就算是贫道也是第一次见。这一株野山参最少也是100年起步。去年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那棵长白山百年人参，可是拍出了400万的天价。道长眼前这棵野山参，最少也值几百万。这一株6品叶野山参，最少也得200年打底，比佳士得拍卖的那棵野山参还要珍贵。此时，一个专吃野山参的土豪跑出来报价：道长，这一株野山参我愿意开价1500万，不知道道长能否忍痛割爱？此时，其他人也跟着喊起价来。这株野山参贫道有用处，多少钱都是不会卖的。各位居士不用再喊价了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野山参知识。野山参10年长一副叶，等到野山参生长到100年的时候，才会出现第5片完整的副叶，然后再过100年才会长出第6片副叶。100年的野山参就已经拍出了400万的天价，那200年的又得值多少钱呀？我的个乖，难怪刚才那位老哥开价1000多万，原来是真的值这个价钱呀！林寒将山参挖了出来，却发现居然长了8个参头，一共8个参头，再加上原来的200年，这一株野山参的年份刚好在1000年左右。这株野山参从北宋年间一直生长到现在。这时响起礼物的声音。道长，在下诚心求要，这一株野山参，我愿意开价2个亿。我他喵的多少？2个亿？后面是多少个零来着？我现在就拿锄头进山，这不比中大乐透头奖的概率高多了？这根本不会是拿道长开涮吧？2个亿，这直播间里真的有人拿得出来吗？
在下并非开玩笑，家中有长辈身体抱恙，这一株野山参对在下意义非凡。如果是道长愿意，2个亿现在就能给您转过去。抱歉，这株野山参对贫道有大用，是不会出售的。在道长直播间，我还真是长见识了。在下月薪2500，这玩意儿能让我舔一下不？林寒看向白蛇笑道：“这一株千年野山参很是珍贵，对贫道很有用处。这株千年野山参如果是你吞服的话，对你的修行也有好处。确定要送给贫道吗？”此等天材地宝，我直接吞服的话，实在是有些浪费，在道长手里才能发挥全部效果。林寒掏出3颗简化版寿灵丹，这3颗丹药送给你，对你修行应该有莫大好处。道长也给我1颗吧，我想要修仙。这个白蛇赚大发了，一株野山参换仙丹，血赚不亏呀。你就留在山中修行，若是这山中的采药人面临危险，你就施以援手。林寒采完山参回到道观当中，却发现传道积分已经累计了1200万。系统给我来一个至尊级抽奖。叮咚，消耗1000万传导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不死鸟体质，拥有堪比不死鸟的生命力和恢复力。随着宿主实力的提升，该体质也会逐步变强。这个不死鸟体质，堪称打不死的小强，让贫道来试一下。拿出镇魔剑，朝着手臂一把划下，这样的伤口，没有10天半个月的修养绝对难以恢复。只见这个伤口以肉眼所见的速度迅速愈合。不死鸟体质果然厉害，系统再来2发白金抽奖。消耗100万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燃血诀，燃烧生命力以获得强大的力量，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，建议在危急时刻使用。这个2个技能加在一起不就是一个 bug？ 不死鸟体质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大量的体力和生命，配合上这个燃血诀，那岂不是无敌了？消耗100万传导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累积符，已存放到系统空间。这时候教授刚发完科普蛇视频，就接到小亮的电话。侯教授，你这个视频发出去，很多网友都在吐槽啊，都觉得您这个解释实在是有点牵强，不太合理。小亮啊，我不这样解释的话，要怎么解释呀？难道当着你几百万粉丝的面，承认这条白蛇成精了？这好像也不行。教授，你刚才的意思是动物真的能修炼成精？我和蛇还这么多年的交道，不过依旧有很多现象科学都解释不了，对这种东西保持敬畏吧。小亮挂完电话后，发现网上流行着一段火烧晋国神策的视频。我叫做刘强，我爷爷是78团的团长。这些岛国人不知悔改，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，把侵略美化成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，至今还供奉着这些战争罪犯。我身后就是臭名昭著的晋国神策，我现在要一把火把它烧了。这位老哥冲动了呀，为什么还把这件事情发在网上？岛国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道长说这位刘强老哥已经回到华夏境内了，肯定不会有事的，但我是真的佩服他，有胆量有气魄。此时岛国互联网炸了，我就说肯定是华夏人干的，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家伙。巴嘎亚路必须把这个人大卸8块。晋国神策本就不应该存在，难道你们还想要战争？闭嘴吧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日奸，被华夏人洗了呢。华夏官方的反应也很是迅速，表示刘强已经被警署找到，将会严肃处理，对他进行10日拘留。刘先生，你就够狠的呀，居然一把火把他们的晋国神策给烧了。没办法，谁叫这些家伙死不悔改。对了，我这个得判几年啊？啥？几年？不用担心，我一会请你吃个宵夜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。不是要拘留吗？拘留？开玩笑的，逗小龟子玩的，不过是说给岛国人听听的。你1天都不用拘留，走，带你吃宵夜去。我们局长说了，海参鲍鱼管够。夜宵档，卧槽，这不是刘强大哥吗？火烧晋国神策的英雄。什么英雄啊？不过就是一时气不过，放了把火而已。大哥，你以后就是我亲哥。他们都说刘强大哥你被拘留了，这照片能不能发到网上？随便发，那边最多嘴上抗议几句，他们还能干啥？若不是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，官方那边还真想给刘强颁一个奖呢。此时林寒道观内，黄皮速来。道长，怎么了？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去上面这个地址保护一个人，还有这几张符纸一起拿着。用不着吧，保护一个普通人还用得着这玩意儿？好歹也是拥有300年修为的精怪。带着吧，以防万一。小鬼子想要对付刘强可能会来阴的，带着多一种手段。林寒觉得小鬼子咽不下这口气，说不定会在背地里面搞些小动作，所以派黄皮去保护他，也是为了以防万一。这3张符给你，要是刘强出什么事的话，你就不用来见我了。道长放心，只要有我黄皮在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的，也伤不了他分毫。此刻岛国厕所，此等奇耻大辱，岂能够忍受？务必将他的人头带来。遵命，剑圣大人。说完，2人就消失在原地。此时林寒直播间，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庆祝神策被烧的事情。道长，你知道怎么庆祝神策？我们又能开心，小龟子又能生气吗？给我们个建议呗。这个容贫道想一想。林寒思考后睁开眼，有了，我感觉要在他们使馆面前放鞭炮放烟花，肯定很有意思。道长这个主意好，杀人诛心，那不得把他们给气死。没想到道长浓眉大眼的，竟然这么腹黑。还犹豫什么？兄弟们赶紧行动起来呀！贫道就是开个玩笑，大家可不要当真哈。在城市里面放烟花爆竹，那可是要被拘留的。几天之后出来，依旧是好汉一条，
大家快打听打听，小日子的使馆都在哪个位置？我家附近就有一个使馆，我已经拿着鞭炮准备出门了。短短1个小时之内，便组织了10多个群，每个群里面都有将近上千个群员，在群里面分享各种情报，购买烟花爆竹的渠道，还有使馆的位置。大家悠着点呀，放烟花爆竹就行了，可不要搞出流血事件来。道长放心，我们都有分寸的。就是和他们一起庆祝罢了，肯定不会动手的。此刻的使馆内，难道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？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！中午我出去吃饭，还在街上看到那个刘强呢，大摇大摆的，身边还有人保护，还说拘留，根本就是在搪塞我们的，我们要抗议！突然之间，外面传来一阵喜庆的声音，一群人抱着音响，还响起烟花的声音。巴卡亚洛，这些华夏人欺人太甚！使馆的几个人顿时热血翻涌，几个人只感觉现在是被骑到头上拉屎，还要跟他们的戒指，伤害极强，侮辱性极大，跟他们拼了！龟子男子怒气冲冲，一副准备拼命的样子。发现后面几个人都没动作，不仅如此，还纷纷往后退了一步。巴卡亚洛，你们这群懦夫！山贵君你先上，我们随后就来。给金叔打电话吧，这些人扰乱治安，还燃放爆竹烟花，肯定会被抓起来。对，让华夏人来对付华夏人。突然有人拿起话筒大喊：岛国的朋友们，出来一起庆祝吧，一起嗨吧！给执法队打电话后，山龟满意的挂断了电话。等下一定要让这些人全部都拘留，爸爸，最好一个个都判个10年8年。2小时后，爸爸，这些人怎么还不来？山龟又拿起电话打了一番，结果接听电话的执法人员又一次表示马上就到。又1小时后，依旧没有动静。我们都庆祝3个小时了，里面的人竟然还一点动作都没有，我看他们是属王八的，特别能忍。我看估计是不会出来的，要不然冲进去直接敲他们一顿。那肯定不行，道长不是说过了，要以和为贵，不能总是动手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人都散场后，警署的执法队人员才慢悠悠的赶来。你们怎么现在才到？我可是下午打的电话，路上堵车了。八哥，就3、4公里的距离，堵车能堵一下午，我看你们是故意的。执法队人员掏出手铐，你跟谁八嘎呢？故意对意辱骂执法人员，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。没骂你。说完，他脑光一闪，看向旁边的同事，一巴掌甩在他脑袋上。让你买个菜，你从中午买到晚上。八哥，这时执法队掏出香蕉对准他们，你们2个打架斗殴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第2天，龙虎山道亭之上。师傅，最近拜入我们龙虎山的弟子越来越多了，比往年要多出好几倍呢。要知道，在过去几年，道门的存在感都非常的低，就算是龙虎山这样的道教圣地，每年也都为招收不到弟子而烦恼。好，那这是好事呀，难得有那么多的弟子愿意入我道门。看来我闭关这段时间，你们把龙虎山经营的不错嘛。其实和我们龙虎山无关，主要是最近咱们道门出了一个网红。随后跟他说了林寒的事，不知可以邀请这位道友来我们龙虎山一叙。他师傅可当真了不得呀，能够教出这样的弟子，真是让老道惭愧。比老道强多了。师傅，你用不着惭愧，你看你也教出了我呀。老天师瞥了他一眼，我才闭关几个月，你怎么脸皮变得这么厚了？就你这惨不忍睹的资质，人到中年才刚刚突破天阶，就你也好意思和这位道友相比？师傅，你这话说的，几个师兄弟明明就我和老二突破了天阶，这还不行啊？所以说你们几个都是一群朽木啊！林寒结束掉当晚的直播之后，又和黄皮联系上。道长，我现在寸步不离的跟在刘强身边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。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，我也让他躺着回去。道长，话说你能不能让这家伙回去？我在这边挺安全的，肯定不会有事。这哥们简直离谱，还真就是寸步不离，连我撒个尿他都要站在我后面，还说要跟我比一下大小。是让他保护你频道比较放心，我跟他说一下，让他注意一下。那你可得好好跟他说一下，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我不搞吃鸡肉的。黄皮，你这是干啥呢？道长，不是你让我寸步不离的保护他们，我这是按照你的指示行事呀。那谁让你跟他比大小了？我这不是看他有点不适应，开个玩笑，活跃下气氛吗？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别让人家误会。明白的，道长。林寒挂断电话后，又查看了一下系统的积分，直接抽奖，消耗100万传导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恐魂丹。滴血在此丹药上，服用此丹药者将对滴血者100%服从。消耗20万传导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纯金貔貅1对。纯金打造的貔貅摆件，摆放于合适位置，可改善风水，为主人招财进宝。黄金消耗10万传导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强化版6味地黄丸，滋阴养肾的不二佳品。而另一边，京都某个宾馆的附近，彦祖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夏小燕这一辈子一定对你好的，只爱你一个人。那你发誓我就跟你上去。我发誓，我要是有半句谎话，天打雷劈。只见他话音刚落，忽然之间一道惊雷狠狠劈下。我敢发誓，你还真敢劈呀！彦祖反应过来，气愤的一巴掌甩在夏小燕的脸上。呸，渣女！旁边有2个黑影闪过，正是黄皮正背着刘强一路狂奔。爸爸，有种别跑！兄弟，你挺住啊！用了神行符，马上就到家了。要不是刚刚那张雷击符干到了一个，估计我们2个都凉了。黄皮这时转头看向刘强，却发现人早已晕过去。我他妈，兄弟你可挺住啊！你要是没了，道长肯定要收拾我。道长救命啊！听到声音，
林寒瞬间醒现出来。黄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来暗杀，我用雷击符干掉一个之后，剩下一个我打不过，就连忙背着他跑了。你先前不是说大罗金先来了，你也要让他躺着回去吗？我这不是打嘴炮吗？我也没想到，竟然会有傻子派2个的阶高手来刺杀一个普通人。我用猜也知道一定是岛国派过来的，还好派你过去保护刘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道长，你那个雷击符是真的好用，竟然将一个的阶高手给直接劈死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另一个实力更强，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我估摸着他可能快追上来了。那我们就等着他来吧。好了，有道长在，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，那也得躺着回去。黄皮刚说完，一个人影就出现在面前。这时刘强也醒过来，你可真是个狗皮膏药，竟然还能追到这里来，狗鼻子可真灵。大哥，我无意与你们为敌，这个男人杀了我们的神策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我只想带他走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就是我烧的怎么样？你们要是再敢重建的话，老子还要再烧一遍。八嘎牙路，你们2个赶快让开，不然休怪我不客气。刘居士是我们道观请来的客人，想要动他的话，还得先过贫道这一关。那这样说是没得商量的，杀鸡给给。商量个屁！就你这个小鸡仔，爷一根手指就能把你碾碎。你找死！死啦死啦的，杀鸡别给。道长，救我！打狗还得看主人，更何况是黄鼠狼。道长，我怎么感觉你这话像在骂人？小龟子拔出刀，好杀鸡！一道龙卷风飞来，林寒立马施展金光神咒，将龙卷风挡在面前。要是只有这点本领，那可奈何不了贫道。杀鸡别给，是你逼我，这一招是燃烧我生命，提高我3倍攻击力，你们受洗吧！镇魂斩，一刀剑气飞来，瞬间击穿林寒金光神咒，只在林寒的手掌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道长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，贫道是故意撤掉防御的。只见他手上的伤口，这时候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。这妖道不对劲，得赶紧溜。龟子刚闪身，林寒打出一掌，瞬间将他打现身。3人来到鬼子身前，道长，他该不会被你打死了吧？我就说嘛，道长你肯定是修仙的，还整天让我们相信科学。刘强刚刚亲眼所见，还是被惊到了。今晚发生的事情简直超乎他的认知。洗不了，贫道下手还是知道轻重的。道长，为什么不弄死他，直接把他丢到山里喂狼不就行了？咱也没空给他挖坑埋。这家伙贼眉鼠眼的家伙，心可真够狠的呀！这时龟子醒了过来，说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今天落在你们手里，要杀要剐，给我一个痛快的。那就别怪贫道给你上点科技与狠活。林寒掏出抽奖获得的控魂丹，黄皮，喂他吃下去。道长，这难道是什么剧毒无比的丹药？是不是吃下去之后就能让人生不如死？别问太多，给他喂下去就行了。喂了控魂丹之后，龟子在地上痛苦的挣扎。果然是毒药，我待会的好好洗一下手，别等下手上留下点残留的丹药残渣，那我可就废了。黄皮刚说完，龟子立马跪在面前。主人，请吩咐。道长，他这是失心疯了。主人这个称呼听起来怪怪的，叫我道长就行。明白了，道长。这个家伙应该是被道长控制了，果然道长的手段非同凡响。我以前听说过一些控制人的手段，什么30脑神丹之类的，但是像道长这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道长牛逼，他只是幡然醒悟而已，意识到自己做了太多坏事，现在悔恨无比，被我道门感化了而已。道长，我们都懂的，要相信科学。是谁派你来的？伊藤神社的藤川剑圣。这个藤川剑圣是什么实力？天界中境。把你们岛国修炼者的情况说一下。岛国的修炼者来自3大神社，分别是伊藤神社、千叶神社、流川神社。这3大神社在岛国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，而之前被一把火烧掉的禁果神册同样在岛国地位非常崇高。只不过禁果神册只是用来供奉那些战争罪犯而已。你们这一次行动失败了，你们那个所谓的剑圣还会不会再派人来对付刘强？如果那个剑圣一直不死心要对付刘强的话，那么只能跑一趟岛国，先弄死他再说。只要我跟他说华夏这边派了天界高手保护刘强，那么就算藤川剑圣不甘心也没办法，因为岛国的天界高手本来就不多，而且藤川剑圣也没有资格命令他们行事。林寒看着刘强一脸担心的样子，这些家伙玩阴的真的是防不胜防啊。不过有了今晚的事情，他们应该不敢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这段时间还是让黄皮跟着你。道长，保护他可是一个危险的活呀，你看今晚要不是我跑得快的话，恐怕我得和这位兄弟一起凉凉了。别抱怨了，我多给你点保命的东西。好了，特别是那种雷击符，道长你要多给我2张，实在是太好用。到时候给你安排上。还有你明天休养好伤势以后就回岛国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这是雷击符，用我教你的咒语可以召唤雷霆攻击，你找个机会看能不能把那个藤川剑圣给解决掉。可惜系统抽奖没有抽到毒药，不然的话直接用毒药可就方便多了。林寒想了想之后，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一包砒霜。这是砒霜，放的时候加大剂量，看能不能把它毒死。藤川剑圣实力强大，我肯定不是对手。不过若是搞偷袭暗杀的话，我想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不错，孺子可教也。除此之外，听说岛国最近又在搞神册的重建工作，你回去之后找个机会再放一把火，务必要烧干净了。要是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神册，你也一把火给烧了，明白了没？必不负道长所托。刘强和黄皮2人对看了一眼，道长可真是够腹黑的呀，愿称他为最强老六。刘居士，走走走，
上次说好要来贫道的道观喝茶，现在刚好机会来了。道长救命之恩，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。可是后面还会有人来报复吗？刘居士不用担心，